当天空涌动阴霾，如何找回晴朗？当浊流冲击陆地，如何重返安宁？当时代裂变的灰烬落成肩上的一座山，平凡的人们如何共同建筑理想的世界？通往答案的道路，真相是不变的基石，而关于真相的思考与洞见，唯有以法理履见。我们试图关怀每一处隐秘的创伤，在跌宕起落的现实中坚守法律的坐标。我们同样关心每一种遥远的动荡，在浪潮翻滚的变幻中坚持公理的价值。当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同时，更要注意不能忘记我们脚下所占的这块土地和我们现实的生活。每一个人在爱似烈火恨似寒冰的同时，也应当为自己增添一丝理性。通过这一个个欢喜各不相同的故事，让知法懂律照进现实，成为鲜活的普法教材。如果能让个体的目光汇聚共鸣，如果能让理性的求索迸发延宕，我们相信人们不仅会看见真相，也会抵达答案。所有的去处都有关于此处，所有的未来都源自于此刻。世界有你有我，我们休戚与共。如果你愿意寻找答案，我们一起第9次出发，为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为恒久的爱与希望，为永久的光与正义。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在哪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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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在哪儿呢？太累了。外星人。电解质，为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
交叉，今生里有存命，不听着悲鸣，背叛着爱将三头羊三次返，以他们诞生的顺序，立交叉蹲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高高在上的残绵羊，沉睡你在唱啥？在什么诞生的地方？有演出哎！黄三更那个又是个艳阳天呐、怎么个事儿？哎，这走走走，怎么个事儿啊？这是不知道啊。Hello， 这大面膜你好，哎，Hello，哎。尽善事，除恶念，三面羊，又平安。三面羊，又平安。请山羊使者。上香炉。哎呦喂，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不是故意打翻的。我来。这家伙太多漏进去了，线里不干净了。没事，掀起来它。真祭司死了，羊角，祭司脖子上怎么插了羊角？怎么了？啊！羊角，没想到是真的，三面羊降下惩罚了。显灵了！啊什么？要显灵了！三面羊降下惩罚了！不要胡言！祭司他德高望重，怎么可能遭受惩罚？一定是心怀恶念之人杀害了你。这些外村人跟我混进了村子。什么啊？一定是他们干的。没有关系啊！一定是你们干的。你们不要那么快撇清关系。一定是你们干的。真打了这个正常，大家安静。
今天上午大家都在为祭祀做准备，只有你们这几个外村人能自由行动。还有一个人，橙子，他上午没有和我们一起。好啊，橙子，你也有嫌疑。还有你，你是谁？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来人，走！把这些人都给我关起来！哎，干嘛呀？大人冤枉啊！哎，干嘛呀？还每人关不一样的房间吗？救我！今天凶手就算抓住了吧？咱们就是几个联合作案的嘛。祭司遇害，作为他的徒弟，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在查明凶手之前，仪式暂停。现在，请大家先跟我将山阳使者请回祠堂。你们几个都给我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关键是6个小时之内必须给我交出凶手。你说这村子是真是越来越怪异了，肯定是他们干的。对我们指指点点的，怎么样，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昨天聊天不是这样的呀。大人冤枉啊！这怎么办呢？放出去！给个交代呀！哎，这锁是，你能打开吗？打不开呀，没钥匙啊。不着急了。有人吗？有人吗？这里有人呐！有船吗？咪咪，救命啊！神秘的杨步窟村。站住！你好，这里是杨步窟村吗？我们这封村的。封村了？外人不得擅闯。不会啊，我是受邀来参加你们的寒日礼的呀。封村了，谁都不能进吗？我有邀请函。哎，不得无礼！哎呦，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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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何教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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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个村民郭打听。哦，郭打听你好啊，我何教授。哎呀，啊，是你们给我寄的邀请函。对，是。那您带我进去。好，我带你进。好。哦，等一下啊，您知道我们村子有一个村规，就是说你不能带一个通讯设备，还有拍摄设备都不能带。您身上有没有？我有个麦。别的都没有。还有一个这个白色丝巾也不能带。为什么呀？因为白色跟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习俗有关。啊？你们的忌讳是吗？对。哎，不过今天特别不巧，我们正好办这个寒日礼，结果村里死人了，我们祭司死了。死人了？走，带您进去。那您帮我们看看怎么回事？行，太好了。哇，你们这个地方很漂亮啊！我们村子你看三面环水。杨步窟村，这个是我们的吉祥物，叫三面羊。三面羊，对，是我们村子的祥瑞。有一个这样的传说，我们祖先受到这个三面羊的庇护，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安家落户。这个村子还真是很神秘。哎，今天还真是冷，是不是就是赶上一年最冷的这一天就办这个？就是我们在大寒的时节办，连续5天，今天最后1天。哎，我们走这边。哦呦，这真的是一个，这就是我们的祭台。这个很隆重啊！哎，有声音，你听见了？
是不是我们的咪咪来了？救我！怎么那么吵？咪咪，对，怎么那么吵啊？救我！咪咪，救人呐！哇，这个村子好妙，人都是这么住的。就是这样的。哇，可以给他们喂吃的吗？什么东西啊？你喂点草，干草就行。我们被关起来了。快放我们出来吧！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呀？因为我们11点半之前，所有的村民都在议事堂里面准备。哦，大家都在一起，等于他们没有不在场证明。是。那这样就把人关起来了，这是个什么地方？还有没有王法了？没有啊，没有王法了。所以啊，我们有一个钥匙。哦，那先放出来吧，好不好？出来，大善人，谢谢。先放女生吧，这个最后。然后这会儿你们开始说先放女生了是吧？先放女生啊，先放女生，先放女生。谢谢你。好样的。没事，你在这待着吧。哦。走吧，没什么事啊，都不错，都没有什么事就不错了。哎，走。咱们直接结尾吧。万一你是凶手呢？先给你放出来。谢谢。现在，哎，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哎。不知道啊。哎，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好不好？好。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究村落文化的教授。我想了解全世界各种优秀的村落，但是你们杨浦窟村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所在，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是受到邀请来的，因为杨浦窟村一般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对，因为我言辞恳切且具备专业素养，所以破例允许我前来参加1年1度的寒日礼。明白了，说村子里没有进过别人，没有我是外人啊，我也是外人呢，啊。我们都是外人，他们4个都不是我们村的。言辞恳切且具备专业素养。不，我们韩人。郭大兵，不，听我解释，我到底是不是你唯一的宝贝？我们韩日里5天是绝对不允许进出的，他们是前面进来的。哦，这5天是不允许。我会在 M200年的2月14日中午12点到达，到时候会有村民在村头接我。哦，今天2月14号。今天2月14号。快点让我们在供台上见到他的尸体。哦，这就是那个祭司是不是啊？什么呀？哎呦！哦，这是个羊角风，羊角风。哦，真的是个羊。它还有一点温度。哎。这活该我来当侦探呀，朋友们。我呢是因为刚刚上小火车来到这个杨浦窟村，而且呢是郭打金作为本地的村民去接的我。对，我呢刚才确实没有在现场，而且我又发现了本本，所以我就是本案的侦探。是的。现在是 M200年的2月14日的中午12点10分，在杨浦窟村的祭典广场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杨浦窟村的现任祭司甄祭司。被发现时躺在祭台中央的供台内，尸体尚有余温，在他的脖颈处有致命伤，初步判定为羊角插入导致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而亡。嫌疑人暂时锁定在你们5个当中。先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因为你们说你们也是从外面来的，先请这位非常美丽的短发女子。我是一个大牌销售美妆。大牌什么？大牌美妆销售。大牌销售美妆。哦，你是一个美妆啊？我们有
一个美妆叫大牌，我是它的销冠。销冠哦哦，卖美妆的。我叫容一麦。容易卖啊，销冠嘛，容易卖，容易卖啊，什么都很好卖，容易卖，对对对。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可是那个郭打听。我没想来这儿，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儿的。你不知道你怎么来的？对，在我有意识的头一个瞬间，我不在这里，然后突然我就醒过来，就在这儿了。行，那我先问大概一个吧哈。这位先生，你名字我只说一次，说2次怎么了？名字我只说态度不好，名字我只说一次。哦，总结就那么几个字。不要试图去了解我，我的任务就是了解你。我是人口调查志愿者。熏火烧。女人，你这是在玩火。熏火烧，我以为是个卖烧饼的。熏火烧，熏火烧，心飞呀。你是来这个村子调查人口？但是我等于我睡了一觉，然后一醒就到这儿了。啊！来，这位先生，我叫张胡来啊，胡来，因为我会胡来。胡来，我叫张胡来，但是我从来不服来。如果你感到徘徊，我就会挥过来。这老北京口音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有这种口音呢？因为我是福国和兰国的混血。然后我是因为我在胡赖的时候，我的灰机就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就在这个村子的角落迫降。后面发生怎么我也记不太清。你也失忆了？对，失忆了。我再次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堆人在敲锣打鼓，还在唱歌，你就好奇的跟了过来。啊，对，我应该是跟上人群的第一个，然后容易麦是第二个啊，我是最后一个，我就碰见他了。后来我发现后边是他，对，然后我们就神秘的来到这儿了，一堆人戴着黑色的面具，然后在这儿举行一个仪式，很诡异。好，来，这位非常帅气的，以梦为马，我是越骑越傻。今天我来到这儿是为什么？欢迎来到各位这个民俗大世界，我是一个民俗博士。哦，你是个博士。博士。哎呀，我刚才还说我是个教授，说好有才华，真的是见笑了。什么都博士，对不对？什么？然后我平时特别爱徒步，我徒着步，我就看见前面有条河，哥哥心中一条弯弯的河，然后我就掉在河里了，然后我就来到这儿了。你不是主动来的，我是飘来的，不小心飘来的。那来本地的小伙，这位帅小伙，瞧一瞧，你是3大队的吧？这是3大队，瞧一瞧，看一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我这儿，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买什么都买不着啊？你想要小勺子，还是要小梳子，还是我这个小橙子？呀！喂，这羊都吐了，你看看。我就是我们这个村儿这个小卖铺的小老板，橙子。你失忆了吗？今天我也很奇怪，我之前是睡着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广场上醒来了。我也醒来就来到这儿了。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吗？这种情况没有。哎，你们觉得今天是几号呀？9号。9号。我们今天是2月14号呀。已经是5天之后了，你们睡了5天。那么既然你们几个失忆了，不再讲证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呢，把最冷的地方留给我和郭打听，我们在这里搜一搜，你们几个到村里面的居民区去搜搜证。OK， 走吧。
这是外星人电解质水为我们提供的探案神器。哎，这里还有个外星人电解质水的探案神器规则：外星人电解质。大侦探第9季迎来了我们的新朋友——外星人电解质水。哇哦！阿外将全程陪伴，助力侦探破案，在现场各处stand-by，累了喝口冲嗲。为了押韵已经完全不有口音了，冲嗲。搜证推理不掉下。同时呢，在探案神器当中隐藏了一台外星充电机。抽到1号充电机的玩家将格外获得阿外提供的搜证加时99秒的奖励。哇哦！现在就请一起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开启电力满满的搜证吧。哦，谢谢。来，我们第9季圆满成功。荔枝好喝呀！来吧，啊，来吧。好。张哥，来走，顺着拿呗，顺着拿吧。5号接4号。我这是1吗？恭喜你！没想到他是按顺序买的。对，太荒唐了，他是按顺序买的，这外星人也太实在了吧！行吧，那就祝福各位了啊，好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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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我们去搜证。这个祭司怎么就倒在这个供台里面？11点50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村民在布置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香炉打翻了，那个灰洒出来了，所以他们在清扫的时候才发现的他。哦，懂了，他其实早就死在里面了。但是当时他的尸体确实是有温度的，所以认为是刚死没多久。现在很奇妙的就是它还是暖的嘛，它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哇天，你看它这个插的还真挺深的，身上有别的伤吗？再来，已经把它抬起来，脑袋上也没有伤，有一个肿块，还有血迹。你把它拿下来，看能不能还原到那个位置，在这边。就好了。诞生地，传说是这个三面羊在这儿诞生的。这个祭台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三面羊搭建起来的。但这个羊是单面的。三面羊是有3个，有3只。你看这个，一只是1个角，一只是2个角，中间这只就是3个角的。哦，还真的耶！这个是祭司工作室，搜一搜。哦呦，这好大呀！这间是吗？对对对。没锁哎。全村向善休戚与共，恶者有恶报，善者有善报。若想平安喜乐，必燃己为蜡。它主打一个奉献，然后对，就是服从。小果子、桃子，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选出来要被净化的人。就是用它来选出需要净化的人。哎，橙子，真族长，梨子，除了祭司他本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里面。那是怎么选呢？是祭司自己去拿，还是去把它摇出来？
哎，这个日历上面有字儿。哦。明天就要开始每年最神圣的寒日里了，仪式用到的东西放在1楼禅室。今年三面羊选中了2个人，没想到现在连小果子这样的小孩子也会对三面羊不敬了。这有个东西。杨步窟村的地图，广场、戏台、日晷。OK， 那我们去那个进室吧。好。来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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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藏了一个小朋友。没有啊，我没看到啊。啊？什么叫你没看到？我没看到有人。你没看到？跟我走。红色的就是我的车。哦，那车是你的呀？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村的暖水袋。自取处。你们要冷的话，就把这个暖水灌在这里面。让我们看一下寒日里村民须知。寒日里每年2月10日至2月14日举行，期间村庄出入口全部封闭，祭司在祭典广场准备，日落时带领全体诵念祝文。咱们9号晕了吗？走吧，我开车把你们拉上。行啊。我这车没有钥匙啊。哎，啥呀？钥匙。有钥匙吗？真有钥匙啊。R 是谁啊？这是谁的衣服啊？哦喂！哎！有血！啊！有血！哎，不，这也有血！什么？这是拿钥匙自个儿插自个儿后脖子呀？走吧，去谁家呀？得，我要去张福来呀。张福来呀！江湖来的家里要非常的简朴啊，这么简朴的寨子。纸飞机，你看我这个纸飞机。哇，怎么能飞这么远？哎，这一盒。哦，这个盒好看。哦，这个盒好看。谁说我胖？我就是爱吃饭，我只是长得比较蓬松，我的容貌很宽，叫宽容。Hello， 来吧，开始搜，每年都这儿搜。哇，小笔记，张红来的笔记本儿。这个给谁做的一个蛋糕啊？平安喜乐，没有烦恼，交台进宝。这舌头啊！平眉焦橘跟这拼不出来说什么呀？走吧，来了，就知道这儿得有，又是个本儿。不出意外就是这里了。他不是被迫的。熏火烧，他的房子很质朴嘛。
耶呵！祝熏火烧荣升总裁，他不是研究人口调查的吗？输密码1980808。人口调查本儿。这个村子太封闭了，真组长还派了个村民一直在跟着我，让我很难行动。他要干嘛呀？登记日期：杨布库村真组长波罗蜜，出生年月日不详。不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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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重要。你就不能调查点重要的？就俩人重要，对你来说。看看柜子。呀呵，都是高级货呀！雪之恋人，我练香菜，也练图你吗？哦，也练上你。M 国谈恋爱人都在吃的香菜细巧克力。呀，纸都不舍得扔啊！还真是一股香菜味儿哎！哎，真是香菜味儿的啊！我去搜大世界。咱们现在整个进行一个开搜。先把我这个衣服放这儿吧。哦吼！期待吧，这里所有不可思议的一切，我一定要向世界公开。哇，他是一个记者吗？还是什么？他拍了这个村很多照片。哦吼！大世界，学生证，民俗文化研究，博士。我是一个民俗博士。真是博士？为什么撕了呢？签证 ，M198年2月15日出与国边境，去了与国。你这啥呀？不敢看。啊！这是组长家的。你谁啊？我是梨子，这是我家。你偷偷闯进别人家里，还翻箱倒柜的，你是要干嘛？我要叫人啦！那对不起，我想问问组长在吗？组长，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天还没亮就出去了。我想出去，可是他平常都不让我出去的。
您跟组长的关系是？你问这些到底是要干嘛？您村里出事了，我们是来协助侦探调查。祭司死了，你知道吗？又死人了。又死了一个人，之前死过谁啊？昨天傍晚的时候，在河边渡口，他们刚发现了一具尸体。啊！太可怕了！果然，三面羊的惩罚是真的。三面羊的惩罚。我去小卖部。杨步窟村唯一许可经营小卖店唯一的签名橙子。吉福册，2月14号，感恩祭司叔叔将我净化，怎么净化呢？我今后不会再触犯戒律，必将行善积福，弥补我之前的过错。假死必死，飞檐走壁，声东击西，这是什么意思啊？要逃跑？谁要逃跑？昨天傍晚的时候，在河边渡口，他们刚发现了一具尸体。有一个死者。我是谁？羊角。三面羊的惩罚是真的。要不这儿有铃铛，我先报个警吧。然后这旁边有一个羊头，诞生地，这是一角羊，独角兽，角也被拔了。他的手上有好多的血迹，靴子底下全是土。这，哦。船上也有土血迹。走吧，我们回去啦。在那边。哎，他们回来了。发现什么了吗？我们这儿发现一个白色的衣服，上面有血。大人的还是小孩的？不算太大。不知道是哪儿的钥匙，上面写了个 R。哎，不对呀，他为什么会有白色的衣服呢？还有一个这个白色丝巾也不能戴。为什么呀？因为白色跟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习俗有关。这个村子是不可以有白色的衣服的呀。是我们不允许穿。船边上还有个尸体，应该是三面羊在铜牌。有唱戏的声音，有唱戏的，唱戏的，戏院开了。哎呦，咦，有表演，好专业啊！能来到了这里，真是开心。能不能先坐下再拿吃的呀，蓉？生怕人撤了是吧？哎，
来了。说书。今儿个要讲的就是那三面羊的故事。您说说。相传在上古时期，咱们的老祖辈们遇到这荒年，竟落得无一粒米粮可食的地步。就在这饥肠辘辘之际，咱们的老祖辈们遇到一只山羊。只见这只山羊啊，它是骨瘦嶙峋，一看便知是饿了许久。老祖辈们都是大善人啊，直觉它可怜，于是便把仅有的余粮喂了它一口。未曾想，这只山羊乃是三面神兽幻化而成。哇！神兽见祖辈们在此饥肠辘辘之际，却仍保有善心，于是便显出了真身，赐予了他们充足的粮食，并拯救了他们。自此，先辈们便世代供奉三面羊。由于这三面羊在此地诞生，若诸位在此扎根，日日行善，那必会受到三面羊的庇护，获得赐福。但倘若有人背叛三面羊，心怀歹念，那三面羊必定勃然大怒，并降下惩罚。哇，好精彩！那今儿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哇，你这怎么办会员呀？能老看吗？欲知诸多后事，且听我下回道来。谢谢您来呀。好吧。就是他。你好，小朋友。哎，你冷不冷啊？谁呀？怎么了？你别害怕，你慢点跑。他是9号小朋友。什么呀？不知道啊。你跟谁说话呢？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教授干嘛？教授在干嘛？哎，教授的行为怎么有点疯疯癫癫的？对啊，教授你拍什么呢？你在干嘛？干嘛？9号小朋友。啊？什么小朋友？哪有小朋友啊？我感觉何教授好像疯了，他像个疯子，然后拿手机在拍一些什么，我感觉他精神有点不太正常。教授肯定有自己的故事。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人物关系吧。我们在现场发现，第一个死者是这个真祭司，第2位死者叫强子，这里面有个陈子是本村人，其他的4位呢就都是今儿来的。然后这几个人都只能打问号了，这是杨浦村的人，这是外人，还有一个人是真组长，去哪儿了还不知道。另外呢，还有2个人，小果子和桃子，这2位呢是要被净化的，但是他们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然后呢，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个你们都看不到的9号男孩，这个也是一个疑问，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到？我相信我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有请我们的嫌疑人们。今天阵线拉得特别的大。大家的记忆是停留在9号的，而今天已经14号了，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各位的讲述，一个是今天在案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另外这5天从9号到14号，各位你们经历了什么？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你们到底和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纠葛，为什么要杀人，怎么杀的。第一个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荣一麦。我啊，你的衣服上都写着01啊。对。啊，真的吗？对啊。好帅呀！来吧。我今天本来就想玩一个酷狗，结果把动的。我呢是去了，动失忆了是吧？我去了陈的小卖部，一进去就有一个相框，上面标了一个说，杨步窟村唯一许可经营小卖店，唯一合法的就只有他一家小卖店，就别人不能做买卖，只有他。对，然后还被裱起来挂在墙上。许可证是要挂在墙上的呀。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吧，它比较闭塞，又需要一些外面的物资运进来，或者村里的人想要拿东西出去置换。请问这是用什么方法换来的吗？还是就是一种信任嘛？等于不开特别多口子去外界交流，觉得它比较可靠。对，但是这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从外面运进来的东西和我要运出去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的组长审批的。逻辑上来讲，他只是组长的一个打工者，信任的棋子。棋子。我就信任的为什么是棋子呢？我是信任的一个村民，行不行？一个腿子，一个腿子。你之所以能拿到这个经营许可证，是因为你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呢，我看到就是你的算盘底下呀有一个积福册。187年2月14号，也就是说3年前的今天。13年。3年前。13年。187年。 187年是13年前。你再算算，用我的算盘，我给你拿去。然后他写了说，感恩祭司叔叔将我净化。我今后不会再触犯戒律，必将行善积福，弥补我之前的过错。然后呢，就抄了很多个福字儿，好多的福字儿。福字儿啊，村长以前是蔡国庆老师，365个福啊。这个福字呢，是我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我每做一件好事儿，我就会写一个福字。哦，那就不是抄，它等于是一个记录。187年，他得到了净化。我净化。这个净化的仪式呢，我刚刚从郭打听那儿和我们收到的一些证据了解到，它是杨步窟村每一年的这个寒日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他们会由这个三面羊自动的产生一个不尊重他的村民，产生了这个人之后，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净化仪式，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是一个人吧？一年是若干个嘛，若干个。不是，是你是当时不服，所以净化你吗？他是这样，他有个签筒，每个人都有个牌子在里面，摇出来谁就是那个不服的。哦，愣不服是吧？我没有不服，但是摇出来那名儿就是说不服。三面羊知道你服不服？他说你不干净，你就是不干净。那净化整个形式是怎么做呢？净化是把我关起来，默念自己的罪过，念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你就会睡着。然后睡着之后，据说就会有那个小羊，就进到我的房间来跟我共处一室，然后就把我所有的罪孽全部吃走。吃走之后，他就被拉走了。寒日里的第4天的日落，把这个被净化者关到禁室里面，
然后一直到第5天的早上，这个时候我们全村的人都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待着，然后7点到8点的时候，祭司会去念咒，然后把这个3面羊给请来。这个整个祭祀结束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羊宰掉，他的灵魂就会把这个罪孽带上天了。哇，那羊好荒谬。那我知道了，那可是他说不，你不会再触犯戒律，戒律是什么？187年你干了啥？我在6岁那年寒日里的时候，我就把这小羊看着它很可怜，我就把它放了。结果就是影响了我们寒日里的这个仪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我放的。结果我7岁那年，摇签就把我给摇出来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罪过了，我就说下次我再也不犯这个。好奇怪，他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从仪式上来讲，他违背了规则。对。但是刚才郭打听跟我说，你们村是没有羊的。我们是不能自己养羊，就是所有的羊都是作为吉祥物。这羊不能满街乱跑，只要看见羊就给它带到祭台去。带到祭台会不会怎么样呢？就有祭祀保管吧，应该是。然后我在他的空间里面还找到了2个，就是很诡异的，一大一小2个小人儿。橙子。那底下有一个是一个橙子，那可能就是你，是个相对小一点的。然后大一点的那个呢，是一个柚子一样的，是个绿色的。所以那个柚子是谁啊？橙子就是我吗？为什么橙子是你啊？他叫橙子呀。你不叫橙子吗？因为我发不了后鼻音。这是个口音村是吧？发不了那个后鼻音，我就是成了我们村特别独特的一个橙子。柚子是谁呢？柚子是我哥哥。就是在我进化完的时候，组长说我哥哥在我进化的，就是临出来的那天晚上，坠崖身亡了。哎呀！对，然后所以这2个小人就是一个代表我，一个代表我哥哥。我就每次想他的时候，我就看看他。我的那个哥哥，他是真祭司的助手。我看你手上绑了一个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的那个手链嘛，它是小橙子。写的什么？写着我的那个生日，180年2月11号。这个是只有你有，还是每一个杨步窟村的人都有呢？这个应该是只有小橙子才有的吧。然后它有一个猫头鹰，然后猫头鹰的爪子底下呢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说：“希望你重拾初心。”下边是一个桃的样子。哎，桃子是谁？还没说呢。小桃子是后来我认识的一个姐姐，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就这边特别好看一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写的什么？他写的希望你重拾初心。初心。他是要你吗？对。你的初心又是什么？1992年12岁的时候，我跟这个桃子姐姐一块玩的时候，抓住了一只猫头鹰，我们就把这个猫头鹰给养起来了。但是猫头鹰呢，很不喜欢被人圈住圈养，然后它就把自己拍得半死，我看着很伤心，我就把它给放了。然后他就觉得，如果我们也能飞出去就好了。我们都是非常爱自己的村子的人，就是他为什么想要飞出去呢？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说：“你变了，被进化完之后，你怎么就对外面的世界不那么好奇了呢？”我希望送你一个猫头鹰，让你赶紧找回最初的那个初心，对外界也产生好奇。他希望你好奇是吧？对，他希望我好奇。哦，
以我在他的房间还有一个就是想逃跑的这种，就是 run， 然后就是要快、要准、要狠，要就是练胆量、练什么逃跑计划。对对对，有个逃跑计划。简说一下吧。5年前，我被这个组长批准，就是开这样一个小卖部嘛。有一天，桃子姐姐就过来跟我说，她说你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回来？我说可以啊，我跟组长去说一下。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告诉组长。我说那不行，那不是又违反这个条令了吗？到时候我们又被抓去进化。然后我以为他就放弃了。结果有一天我在收拾我的那个座驾的时候，我就收拾的时候发现了我送给他的一个小发卡，而且还找到了这个逃跑的地图。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藏在我的车里出去过。哦，这个不是你的。不是桃子的地图啊，是桃子的地图。桃子用过这招，就是藏在车里头出去。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要找一些就是关于医疗的书籍。我就说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村子里没有医疗这个概念，生老病死都是顺其自然。如果身体不好了，就去祭拜祈福。对，然后他就说要一些关于医学的书籍，然后又不愿意让组长知道。就是你刚才提到药了，也确实有一个叫氯雷他定的药，这个药呢是治过敏的。然后呢，这个纸条上写说，我已经给你吃了淡黄色的丸子，以后别再吃橘子了。2月11号，落款的是一个桃子。也就是说，是不是他吃了橘子，然后过敏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桃子就给他吃了这个药。桃子是上外边买着这药了，哎，就弄了这药给他吃。哦，就是他以前一吃橘子过敏，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就得去拜三面啊。然后因为桃子学医了，桃子知道了。不是，就是我进化之前特别爱吃橘子。过敏吗？不过敏。但是我进化之后，我一吃橘子就呕吐，而且身上起红疹，就是不一样。这个进化还是对人的身体会有改变的。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生日的贺卡，里面写说与你相遇好幸运，耶耶耶。对所有的烦恼 say 拜拜，对所有快乐 say 嗨嗨。哇，这儿这么洋气啊！一定出去过，没出去过是唱不出是。不吃火锅没听过这歌，我跟你说，不吃火锅。吃的时候还有旁边在抻面和跳科目3。出去还得消费才行。然后生日的贺卡里面写说，太久没有人在0点的时候陪我过生日了，我太开心了。是你帮人过生日，还是别人帮你过生日啊？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确实，这是今年的，也就是2月11号凌晨的一张贺卡。啊，失忆了。然后说祝你生日快乐 ，brother。2月11号还有人陪他过了生日，就是起码说明2月11号这个凌晨，他的 brother 和他在一起。而且呢，他当时是有意识跟他过了这个生日的，只是他现在忘了。现在忘了。所以橙子还专门写了贺卡来记着，在贺卡上，因为贺卡本来是应该他的 brother 写给他的，但是他把它当做一个日记一样的，自己在这上面记录了。我的 brother。我就找到这个。谢谢荣。我们下一个人是您，是我，对。哎，到了嘞！我去的是我们江湖来家。对，江湖来呢有病，这个病呢大家可以听听。
哦，这儿个皮蛋，有拉锁肯定有东西啊。失眠多梦，心思重重，思虑过多，夜不能寐。这个他梦中呢有2个场景，一个是瀑布，一个是3头羊。解梦结果，这个是郝慧姐这个人给他解的啊。这些梦中碎片是情景，是个祥兆，是个祥瑞，或许与您的出生有关。所以您不知道您怎么生的，是不是？我看见什么是完全病了，咬着舌根了是吗？我的病，它是个祥瑞。好好说。怎么？您想问什么来着？你的来历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您的来历啊。过去啊，我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我是11岁的时候被我的养父在河边捡起来的。我一捡起来的时候就喜欢折那个纸飞机，然后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就指指天。这是我养父告诉我的，我最喜欢就是 fly， 我要去征服天空。所以我5年后成了一个专业的飞行员。通过折纸飞机成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呀，这跨这么远，好励志哦。咱就是问你一个，那个梦里老梦见一个瀑布，就是说你小时候是在那个水里头飘过来的。对，他解梦的结果就是说我梦到这些东西，也许就是我失去的那些记忆。对，有一个瀑，有一个羊。瀑布是一个地形标志嘛，对，然后3羊也是一个文化标志嘛，我就开始找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所以你并不是飞机没有油，你是在空中寻找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瀑布又有3羊。没有侦探且慢呐，这后边就是我要说的呀。对不起，您说的就是这事儿，特别靠谱。他不是之前说他是迫降，他就是有目的的来这儿的。纯属王牌飞行员极限操作，自个儿假装迫降到这个地方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明我是故意的，啊，你就是想来寻根嘛。你是怎么就是一直勘测到这儿了？首先，我梦里边有个瀑布，还有一个羊角，我可以上网去查，就是说这个是什么风格，我就查到这是一个西南地区的民俗风格。因为我是飞行员，我很方便，我就照着大概这个方向，我就开着飞机到处盘旋，就找那个瀑布，这瀑布又很明显嘛。可能我看到大概几个瀑布，我再去找那个跟羊，然后我就在天上，其实就锁定这个村了。你发现什么吗？他发现这个杨步古村呀，这就是咱们这个杨什么杨步窟。其实它的本名叫杨步古村。对啊。您是教授吗？我是啊，村落文化的教授啊。对，这个地方古名杨步谷。我不知道哎。这个应该是村里的人不知道，因为他们常年传，然后这种封闭的情况，他们就给传成杨步窟了，就是一个谐音。但是这个地方的真实的地理名称叫杨步谷。哦。然后上面有一个手环，上面写的是 M176.1.1，这是哪个那个就是局内网的一个号啊？这手环不是跟我的一样吗？上面绑没绑一个绿色的小柚子？绑着呢。你站起来的意思是看看？哦，吓你哦，吓我一跳，还有急了呢。那个您看一眼，您鉴宝。对，就是他，你俩一样的。哎，那您得看看呀，要哭了对不对？你看看，它是绿的。您是180年。哦，是吗？哦，橙子。行了，认过了手牌，快点那个认清吧。他是176，橙子，柚子哥，橙子弟，柚子哥，
橙子弟，柚子哥。你坠下去，坠到瀑布里了。对，我被水流冲走了。哦，好敷衍。这个时候不是问哥哥你疼吗？哥哥你冷吗？哥哥你后来好吗？哥哥他已经腐烂了都。腐烂了。好，坐吧，两位兄弟。就这完了？就完了，就没有那么激烈，男人之间嘛。我见过最冷静的任期。然而来了，右宝藏，有包哎，这个包里会有什么？右宝藏1，2月11，地生橘子，4好奇，我们约定2月14号逃跑。虽然这会背叛祭祀和全圈，这是187年的，187年等于就是你进化那年。这是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么就乱七八糟的一个，你看，就是脏了吧唧的一个东西，就看着跟在水里就是被浸泡过或大酱给蘸过一样。哦，就是他的一本书，他带走了，我没有带走。就我刚才根据就是前面的信息能还原到我进村之前的记忆嘛，其实就记得那么点儿。因为这个笔记本是我当年离开村子前我自己写的一个日记。根据我梦中的一个森林，我就找，然后在地里边把我当年的日记挖出来了。对于我来说，相当于我看到那些破碎的那些字，我可以把我的记忆给脑补起来。那上面那几个字儿，等于是触发了我关键词儿，我只能想起跟那几个字儿关联的东西。包括他说我在坠崖前是注记什么的，我这些都不知道。明白。就是我想起来，我有个弟弟比我小4岁，2月11号是他的生日，他叫橘子。他的性格是很好奇的，但是村里边管得特别严，就想飞出去看看，其实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梦想。就是为什么桃子后来送他一个猫头鹰啊？所以就是我们俩当时是商量在他那一年的2月14号逃跑的。哦。结果他被净化了，你坠崖了。对，我坠崖了。你记得当时发生什么吗？你坠崖的时候，是有人害你，还是你不小心？不太记得。然后你以前写完了日记，你自个儿埋在土里了。哦，其实也不能100%确定是我埋的，其实这些都不是特别可信。反正他都说了，然后他都写2月14号，你跟咱们桃子要逃出去是吧？跟橘子。哦，你们俩哈，哦，行。他不是橙子吗？怎么又是橘子了呢？反正这意思就是差不多。你到底是橙子还是橘子呀？橙子，我吃橘子过敏。然后他有个小姐姐叫桃子，然后他哥哥叫柚子。橙子、桃子、橘子、柚子，不是橙子吗？橙子、桃子、橘子、柚子。我吃橘子过敏。橙子、桃子、橘子、柚子。我是个傻子，来下一个。他这个纸飞机有一个特别大的纸飞机，上面写了一个自我埋怨的话。哎呦，还有一个大纸飞机，我看看。自私的我实在是没有脸与你相认。你为什么觉得自私呢？因为我的记忆也是破碎的嘛，我记得我们当时想一起逃跑，然后在他的口中得知他认为哥哥已经死了，我就想当时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我落下他一个人跑了，所以我觉得我一个很自私的人嘛。所以你们回来找弟弟，就是因为我回来之后，我想起我有个弟弟嘛，然后我就到处在找他，所以我说2月9号我来找过你，你不记得了吗？2月9号，我想起来了，2月9号你来跟我借过扳手。然后他看见我的手环，他就说：“这是你的手环吗？”我说：“对呀。”他说：“这手环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手环只有我跟我哥哥有。”然后他就开始问我哥哥的情况，我就说我哥哥在，哪一年坠崖身亡了。然后他还接着往下问，我就打断了，我不想再提起这个伤心的往事。然后他就走了。
这是这样的，2月9号那天，我打听到了说村里边有一个年龄相仿的这么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看到他的手链，我就确定他是我的弟弟。我想拿这个手链跟他相认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手链不见了，我只能先忍下来啊。没有信物了，等于。什么时候发现丢的这个手链？是失忆前，失忆后？不太记得。行，咱们最后看一个多才多艺的好朋友，就是他。你看做了一个特别好看蛋糕，画的还特别好啊。他就是好像那天要给你给我做蛋糕，因为你看那上边给你做的，你要哭了啊，上面给你做的是一个橙子。哎，我没有哭，没有感情。上边做的这个特别可爱，是特意给你做了一个橙子，他用好多水果给你做了一个橙子。哦，用好多水果给我做了一个橙子，对，还有纸飞机，不是，用好多水果给你做了一个蛋糕，对，好多水果都对堆成了一个橙子的形状，对。就说你对你弟弟这份用心特别的好。对，他叫橙子，但是他最爱吃的就是橘子，因为我最后还要把橘子汁淋在这个蛋糕上面，这个蛋糕才算完成。所以他吃蛋糕过敏了，桃子给他药了。因为他在187年，他经过进化之后，他就不吃橘子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吃橘子过敏。但有个爱他的人把橘子弄成汁儿浇上去了。对，你不知道，差点没死喽。我检查了一下，这些水果里确定没有橘子，我就吃了。你没有想到有汁儿啊！那这个才是你啊，应该是自私的我，不知道你过敏，不知道你橘子过敏，所以我不能跟你相认。刚好相认，满脸都肿的跟猪头似的。所以说，你给他做蛋糕这事儿，做蛋糕这事儿我记得呀。那你到底失去了什么记忆啊？这是11号的事儿了。我记得我计划做生日，画这个图，然后我想着他的生日，我要给他做一个蛋糕，包括要最后挤橘子汁儿这个事儿，我都记得。这个是在9号，就是说11号哥哥去找了弟弟，给弟弟过了生日。他那个上面还有写，很多年没有人陪我过生日了，我好开心什么的那个。对 ，brother， 对 brother 就是他。我现在是觉得说是大家在后面某一个时间段失的忆，然后他定向的除掉你某一段时间的记忆，就是特别准确的从9号开始到现在14号，而并不是说你们在这几天都是晕的，或者都是无意识的。发生完了之后再消的呗，再消的呗。对，再消掉。到陈了。到底你叫陈还是程呢？我叫陈，陈字的陈。我叫程字的陈。你来说一下他沉眠在诞生地。诞生地吗？诞生地生施恩生。所以你说你是个成年人是吧？我去了那个熏火烧的房间，有熏火烧啊，然后我发现它确实有一个人口普查登记表，从200年的2月3号开始，一直到200年的2月12号。然后他查到了2个人是有效信息的，一个是甄组长，没有查到他的出生年月，也没有查到他的身份证明。只查到了他是一个男性，这是怎么查？这就是看出来的啊，看出来的，还是本事大，本事真大。所以组长是个神秘人。还有一个那个菠萝蜜也没有信息的，又出一菠萝、桃子、柚子，这是一水果村是吧？
然后他的人口普查表的扉页上面写的是，这个村子太封闭了，甄组长还派了一个村民一直跟着我，让我很难行动。你行动你要干嘛呢？后来我看见他手机上面有一个照片，照片上面写着“祝勋妹13岁生日快乐”。你，女的你是？被你发现了，我真的够的了。我不是够了，我是够了。祝勋妹13岁，生日快乐！祝勋火烧荣臻总裁 M198年的8月8号。啊，你不是？干嘛？勋总，这是什么呀？哈喇子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给他们俩看一眼。哎呦，勋总啊！这不是把熏到我了。哎呦，我真是，我太慌了，差点瞎了在这儿。你的领带跟名片是混在一起的。对，要不然这表能这样吗？不是一般人。其实我爸是一个煤矿集团的老板，我有个妹妹叫勋妹。哦。那你就不是人口普查的那个志愿者？我肯定不是人口普查的志愿者，我肯定是因为要调查某一些事儿，我才到这儿来。然后我发现这个小雪花的这样一个胸针，桃心儿上面写着1901122，就是90年11月22号。对。你没有碰这个视频吧？你碰了吗？怎么了？你要跟他拼命啊？你碰了吗？怎么了？我没碰，我咋打开的？你摸了吗？这个东西啊？对。没摸，那上面有剧毒。只要没有橘子水就行了。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太爱小雪了。小雪又是谁啊？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就看到所有关于雪的视频，我都把它买下来，然后收藏。因为我怕别人碰完玷污了雪。哎呦！哎呦，我这男的我痴情，大款儿子不爱钱，痴情。然后我发现这个勋总啊，就他特别有控制欲。1122。1901122，打开手机发现一段聊天记录。你今天出门穿了我给你搭配的衣服吗？然后小雪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不相信我呢？我当然穿了呀，你给我搭配的衣服我都很喜欢呢，你喜欢就好。现在是18点35了，比昨天还晚了5分钟，你怎么还不回家？为什么位置共享也看不到你在哪里？”然后小雪说：“不过才过了5分钟，我们以后的时间还很长，你连等我5分钟都不愿意吗？况且手机信号差又不是我的错。”然后勋总说：“不要生气，明天就给你换手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没写具体的日子，这以前的事儿了啊。然后还有一段，去那边路上的定位信号会很差，你记得时刻更新自己的位置，信息会延迟收到，距离终点100米给我发一个，到达了也再给我发一个。然后小雪说：“好的，已经出发1公里了，想你。出发10公里了，到了。”然后最后写着：“小雪真乖。”他还有一个情侣都在用的定位 APP， 在吗？在哪儿？在干嘛？然后说您和您的监控对象小雪
在1995年4月注册成为时刻键 APP 的用户，你已经守护小雪1771天了。我不是背着他给他装一个定位，我就说因为我怕我找不着你，所以我说能不能给你安一个定位？他也是同意的。那现在小雪在哪儿呢？有一天突然间他就消失了。啊？哦，你就是来找这个哦。就小雪，人家为了躲你嘛，那姑娘逃走了。然后他为了找到这个小雪，他在海底捞侦探社办了200万的储值卡。海什么捞？海底捞啊！海底捞，海底捞啊！然后还有爱人一心调查社、拿钱办事侦探社，也是 VVVIP。我就为了找他，我就去了各种侦探社。嘿，您去了吗？目前没去，要不你找不着呢。为什么不去嘿呢？没请对，还是没请对人。然后他们告诉我，在这个附近，他好像来过，所以我才会到这儿来。哦。然后这个村呢又不让进，而且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所以你就假装人口普查。对。我明白了。这故事告诉你什么？有些地方不是钱就好使的，就是我们村儿。钱是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勋的那个手提包里，看到了一盒巧克力，200年2月1号。这巧克力呢是香菜味的巧克力。因为小雪最爱吃的就是香菜味的巧克力。这女的也味儿够大的，而且我打开盒子吃了一口，真的是香菜味的。然后一整盒巧克力少了2颗。你吃了1颗，我吃的那颗是第3颗。你为什么吃小雪的巧克力？完了！我真的是够了，够的了。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你确认什么？是给你吃的吗？确认一下它是不是香菜味的。你这么好奇呢？怎么？啊，我不是被那个桃子姐姐唤醒了吗？然后在这盒巧克力有一个她珍藏的糖纸，是1997年的12月27号。我呢之前呢跟小雪吵过一次架，然后她突然间她就跑了。跑出去了之后，我就找了很远，然后那天还下雨了，他整个人就是整个人都被浇得特别惨，然后我就一直跟他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刚才我可能就是也是太情绪化了，然后失控了，然后他说那你现在你就给我买个巧克力，我就原谅你，然后我就把那个巧克力厂就买下来了。你有病吗？他喜欢花钱。这1997年那一天，就是他是真的跟我失联了。就是1997年分开的，这3年了吗？对啊，好几年了。所以我留着这个，我时刻心里要记着。痴情的大款儿子，哇！我为什么带着巧克力？我是说，如果找到他的第一刻，就先把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给他吃。那这2颗是你自己吃的？2颗，有1颗是你吃的。我吃的是第3颗，我打开就少2颗，你别往人身上赖行吗？没有，是。你也不知道这谁吃了是吗？那就是他不记得。那就是他不记得，我不记得了。那请问你记不记得你来到杨步窟村之后有没有找到小雪呢？我好像看到一个女孩跟她的样子很像，但是呢，因为村长派了个人一直跟着我，所以我不可能说上去直接相认。
所以我想等没有人跟着我的时候，我自己再来找。哦，你俩也没分开几年啊，这就不认识了，就得差不多了。很远嘛，可能像嘛，长得就觉得像，因为他学的是在这个村里出现过。多大个人了，3年不认识。这些年我在外头找，看过太多背影像他的了，上去一转头不像。就是找到所有的熏的线索，然后在我自己的车上找到一个筐子，然后筐子里面有这个白色的衬衣，衣服的领子后边有血迹。因为在我们村子里很少见到有人穿白色的衣服，见着就逮回去了。对，我今天来的时候，唯一带了一个白丝巾，也让我收着了，就不是说这里不能出现白色。对。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村里就不能穿白色？这是村里的，跟我们的一些习俗有关系，穿了就违反戒律了，就要抓起来。哇！然后有钥匙，钥匙的尖上有血迹。哎，太狠了！刮后脖子呀！都是在你的车筐里面是吗？筐子里。然后钥匙上面挂了一个 R。就是荣。哦。说一下吧。那个手环是我的，衣服是我的，但是我怎么会穿上这个衣服，怎么会来到这个村子，我不知道。包括你说白衣服上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血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你就忘记了呗，失去这段记忆了。脖子后面现在有疤吗？没有，脖子上没有，就脸这儿有一个疤。哦，脸上还有一道疤，我都没看见。有疤，一直有个疤。我去的是大世界，民俗大世界啊！大家好。找了一张他自己画了一个画，然后这有个桃，桃，为什么会有个桃？桃子啊！为什么刚才你们说桃子的时候我很激动？桃子是我这个救命恩人。我之前不是说我常在这个河边走是吧？什么河边走？还有师姐，不是直接失血，我直接就掉河里了。掉河里之后，那个桃子给我救出来了。我为了纪念他，然后也看出他真的在调查这个村子。期待吧，这里有所有不可思议的一切，我一定要向世界公开。然后拍了很多照片，采风，有很多采风。然后说，村2把手是管事儿的，1把手威望最高，有话语权，还有个小孩在放鞭炮，我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在这里头不是采风嘛，然后呢越采越疯，然后我看见了3个我觉得特别有性格的3个人，第一个人是咱们的甄组长，因为他性格特别的那个严肃，就特别讨厌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我，然后这人特别的冷酷，平时洗澡都泡冰块里头，所以说这个人是我觉得很有印象的。第二个他是我们的甄祭司。甄祭司其实我观察之后发现，他其实比咱们甄组长要厉害很多倍，为人又特别的和善，就不像他那么多事儿，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第3个小孩是这个小孩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叫小果子，他跟我一样，他也不喜欢甄组长。有一天呢，他在甄组长后边放鞭炮，甄组长就是听不见。他听不见任何的鞭炮的声音，他也什么都听不见，衣服烧着了才发现，所以他是个聋子。不会啊，组长平时很正常。
下一个，我看到了这个大世界的 M 大学的学生证，然后它上面写着延迟毕业2年，然后他真的是民俗文化研究博士。我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民俗博士，好吗？你大学都没毕业，那个上面有年份吗？98年2月3号。98年啊？98年都还延迟毕业2年，你现在怎么变成博士的？我在读，我在读博士，我在读博士。我上1天博士，我也说我是博士啊，对不对？我这人就这么谦虚啊。不，不是这意思。学生证是一个被撕毁的，还有一个出国的护照，上面有个签证 ，M 国边境，1988年2月15日，然后去了宇国，因为宇国那边是入，护照也是被撕掉的。你为什么这么好的学业不整？你要去那？你听听啊，就是说咱们故事很悠远啊，就这样的。我190年10年前，哥们儿风华正茂啊。不是这个不用说，下一个我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风华正茂很重要？就是当时有一学姐看上我了。然后他比我大3岁，但是因为我不是一直读博嘛，我一直上学，我没什么钱。但是学姐说她养我，然后我就是跟学姐那个特别高兴。高兴是什么意思？我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别人看着不快乐，说我是一吃软饭的。然后我当时就每天都在想，就是我其实会很有钱。我的那些钱是不是也在想我？是不是每天都在想着我？他们在哪儿啊？然后我就去找他了。当时我攒了一点钱，然后我投了一个茶园，我想这样我翻倍赚过来钱，我就可以给我们学姐买房，来证明我不是吃软饭的。哎，但是您知道这茶园它是个坑，然后你是有钱人，你知道吗？就骗我们这帮人就是这样。财不理你。哎，对，你不理财不理你，您是过来人。然后就等于说我之前攒那一点钱，就全都给坑进去了，我没有任何钱了。然后这时候你知道下一招就来了，说我们这儿有一机会，你要不要去？在宇国中转，他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高薪的机会，因为你不是什么博士嘛，你为我们这个茶叶贸易公司去当翻译去，但是呢就是要有2年的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工作，等于我就向学校申请，就是说我这2年就只能延迟毕业。然后我告诉学姐说我去外边2年封闭式科研去了，科研研究去了啊！别看不起我，我是那个后边很努力的。我又不是你学姐。故事的画风立马就转了啊！还有一个 T 恤，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然后这个 T 恤呢，上面呢全是说一些比较励志的话，什么金牌销售，销冠。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就是我特别要励志，给自个儿励志。他自己还有什么工作要领？看看这本小说，什么时候什么筛选什么猪啊，给人量身打造剧本，然后什么时候夸人就完事儿了。说吧。要说起以前，哥们儿就是是南也是北，就不是东西。确实那个。然后我就被一个叫做 T 集团的诈骗员带走了。然后我就疯了嘛，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诈骗呀？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往外跑，他们就逮我就打我，跑一次他们打我一次，跑一次打我一次。后来他们也看不下去，因为每回打我打的我就玩命叫唤。后来他们戴着降噪耳机打我，然后呢就完全就是不想听我那些叫唤，就没辙了。然后后来我说你不打我能怎么着？我就该死了。他说这么着，我不打你的话，你就食物者为俊杰，我给你个活儿。然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叫做情感培养，就是那个网上扮演成各种姐姐、妹妹、小女孩，然后去找中年男人，跟他们聊天儿。当时他们公司给了我一些这个工作要点。首先呢，第一轮是从这个微信里头或者信息上看这个人头像，
这头像如果是山水的画呢，说明这个有实力，是优质客户。如果是那种爱炫富的呢，就是你得多给他点甜头，就是多夸夸他。还有这种头像那种摆帅的，或者是这种装可爱的吧，他是头好猪，就我要好好养他。然后如果是卡通头像，直接 pass。就是2次元不好骗，是吧？对对对，你是卡通头像，你不容易被骗啊。啊，这是卡通。中年男人。第2步是说，研究各种中年男人喜欢的女性的这种说话方式，然后有御姐，有小女孩，有洛丽塔，就是这样。第3个就是玩命的夸她，说哥哥你真棒，哥哥你真强。啊，然后就是这么点事儿，就是这是我3部曲。确实你适合吃点软的。哥们儿这方面还确实是。对呀。然后他在园区里表现得非常好。T 园区员工工资流水清单全勤，每次都是全勤，业绩连续第1。你听听，又是业绩第1，奖励加薪，嘎嘎骗，这不是啥好事啊！不是，架不住他能力强啊。然后他就挣了好多钱，在宇国。我这一干吧，我这人就是要强，一干必须干到尖儿上。就说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得是拔尖儿的，对不对？以前只想搬家，现在每天只想加班，然后就是加班。每个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变成了这个业绩 No.1 了。然后到了这个98年年底呢，我成为优秀员工了。我穿着代表集团的 T 字的 T 恤，参加了1年1度的表彰大会。那个时候我还碰见了我们地区的 T 老大，他的手上有一条 T 字母的手链，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个。你怎么拍的呢？他这里头还有一个带血的子弹头。我的死刀威呀！99年8月份，27岁了。因为我跟我学姐说了，我两年之后得回去找她去啊。我这个人这么重情义，但你放得下你的工作吗？很诱人，很诱人，很诱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你怎么回来的呢？他们会让你走吗？他们不可能让我走啊！我想出了4个字：逃跑计划。我已经赚够了我当年亏的所有钱了。因为这2年我在这儿一直弄，我摸清了这个园区的这个所有路线，然后我就跑。我跑的时候被这个 T 公司的人追上了，当时给我小雪给了我一枪，啊，所以这个子弹就是这么来的。我情急之下看见前边有条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然后我心里就这样荡起了层层的波，我就从那个河上跳下去了。然后我就飘啊飘啊飘，醒来的时候这儿一铁皮房子，我把我手机那些东西就特别狼狈的放在这儿了之后，我看见远处有个村庄，因为我快呼吸不了，我快死了，而且你腿还受了伤。对，然后我就赶紧往那村庄滑，然后他都给我救了。哦，我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你当时不是腿上中弹了，然后有一个带血的弹头吗？是谁给你取的？桃子学医的，只能是桃子取的，对吧？对，就是桃子。那刚才说到这个逃跑计划，我记得蓉你刚才分享的时候说有一个陈那儿发现的一个逃跑计划，也就是说那个是不是你的逃跑计划？是的，这个就是我在T集团的时候是那个哦，明白了。后来我不是跟我们桃子特别熟嘛，桃子想上外边世界看一看，然后我就跟他说有这几种方式，你可以选其中一种。明白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那？其实还是你给的桃子。对，是我给桃子了。然后你就没有离开这儿了是吗？然后我就没有离开这儿。啊，你待了半年了。我本来想离开这儿，因为我不是最终还是要回去找我姐姐去嘛。但是说到底，我爱什么？我爱工作。因为我是个博士，我喜欢风土人情。我看见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就是很难碰见的这些当地的这种民俗，所以这半年来你都在研究这个村落。对，因为我正好能回去写论文，我扬名立万啊。所以他有一张图，他自己说要把这个查出来嘛，然后他其实画了一个皇冠给自己。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地儿查明白了，查明白出去牛了就。对，要给自己带上一个头衔嘛。我扬名立万，我要让世间知道大拇指。
这个东西就是为我发明的，好吗？突出一个干一行，真的，不管做什么都。每回哥们儿不管是被骗了还是晕了，醒来之后发现这地儿只要有活干，就原地扎着了。所以他就开始，哦吼，整个小 DV， 夸夸在这一顿拍。啊，这里不是不可以有这种电子设备吗？因为我当时不是掉河里了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那个铁房子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把我那些东西先搁在那儿了。我当时是忘拿所谓手机这些东西了，我去村庄了，没想到因为这个村庄根本不让带手机，我反而变成我能偷着回去，就是能取这东西。哦，那有视频啊？我不记得我拍视频了。这是什么时间？视频是2月10号。被发现了，大概内容就是他拍到强子跟组长2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勾当。他被发现了，然后怎么样呢？有人追他吗？就没了，他关了，然后剩下就是录音了。哦吼，手机居然没有密码，这是谁呀？这个时间是200年2月11号。哦，那就还是失忆中，第3天。甄组长，您怎么来了？东西是不是你的？不是，是我的。这是我失而复得的备用电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昨晚你拍的东西呢？没拍，早些时候掉山里了。夜里黑，昨晚回来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东西不知道给摔哪儿了。你小子花样挺多啊！这个东西认识吗？你翻我东西？我已经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最好老实点。明白，我立刻去找，找到了就给您送过去，到时候您收货，我走人，咱俩再也不见。给你3天时间把东西拿来。记得是把你拍的所有东西都找出来，我可不信你只拍了这么1年。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呢在那拍视频，拍完视频之后让人发现了，就给他抓了，抓起来之后给叮咣一顿打，打完了之后呢，看着他的摄像机了嘛，就说你拍的视频都去哪儿了？赶快把你所有拍的视频都交出来。这个是一个你的期限，你关键录到一句说你要那个东西。对呀，你这句话要很重要。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我只是做一些民俗类的一些报道。但他如果心里有鬼的话，他不会这么想。然而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这我失忆的。那也就是说，你虽然失忆了，但是事实上你现在是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的。对，因为给了你一个 deadline。3天期限那个是2月11号，他是2月11号给的，3天期限就是今年。那就是今年。还有最后一张，就是他手机里有一个 app， 然后 app 上写着距离一个爱心还有1天。这个是一个你的期限，更重要的期限是你今天不交的话，你走不了了。走不了，我见不着我这心爱的姑娘了。对，他们一定会给你弄死的，你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好，来，现在到账。我搜了一个很神奇的房间啊，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给我搜证的时间啊。
你去的是哪个房间？组长的房间。进去我一推门，里面有一个女的。我问完了之后，他就关门把自己反锁，我就再也进不去那个屋了。啊！我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吧。啊？然后你放完视频，你不就可以下去了吗？不是，剩下的内容还挺多的，先听一下啊。村里出事了，我们是来。这是一个民生类节目呀。我们来调查一下那个今天发生的事儿，您知道吗？祭祀礼，您去了吗？顺便洗清自己。我不办。嫌。你怕是不是？什么还是？你看那状态挺吓人。想问问组长在吗？我不知道，他天还没亮就出去了。组长天没亮。我想出去，可是他平常都不让我出去的。你平时不住这儿对吗？我住着，这是我家，我叫梨子。对，您叫梨子，你是组长的，您跟组长的关系是？你问这些人到底是要干嘛？这个村民解释一下，梨子现在在你们看来他的身份是？梨子就是组长的爱人啊。还有一个是，您要吃什么？吃什么？别激动啊！吃什么？别激动啊！这是什么？你不会吃了这个有毒吧？啊！我帮你拿一下啊。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给我的巧克力。陌生人给的东西别乱吃。好阳刚啊！你咋全程那么慌乱呀？我走。嗨，走了。哎，他把这个给我了，看看他这个巧克力包装上面写着什么呢？生产日期 M200年的2月1日，生产日期是200年的2月1号。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刚才想通了一件事儿，我找到你的小雪了，就是她。对。你能知道她是小雪，认出她来了？对，跟她的样子很像。哦。压寨夫人给哎呦喂！哎呦！再有钱媳妇儿被人变压寨夫人了，完了。而且你已经认出他了，对吧？然后你把这个香菜味的巧克力给了他。不，这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你失忆那段时间，其实你是认出小雪了。对。他没认出你，所以他会跟我说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给的。然后他为什么会不认识他了呢？视频里边，一个是他呈现了一个非常惊恐的状态，怎么又来？还有一个是他的腿是有一条腿有点瘸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惩罚要开始了。那您躲好，这里不让别人进来。他也被人打子弹了，不知道是不是子弹。他什么时候来村里的？梨子是这儿的原住民。我们村的人没什么文化，就命名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全是水果。对。然后他这里边提到了说，组长在昨天绑了一个白袍女子，太可怕了！昨天下午的时候，他绑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就放在这里了，就塞到了这个柜子里。有谁？组长吗？但是当我打开的时候，里边是没有人的。哦，就是逃脱了。它里面留了几个字儿，为什么还是逃不过？然后下面是绳子和布。绒的那件衣服，你记得吗？我没法确定我是组长老婆说的那个被绑了一个白衣服的那个女的，但是我醒过来的时候，乘的那个车里的那个白袍子是我的。我叫伊麦嘛，就是妈妈从小就想说像麦子一样的就很平凡，然后很富足、很健康这么长大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哎呀，就是天生比较长得比较好看吧。还这有什么谦虚的？然后经常就是我在街上走，就会有些人来接采我啊，就说哎呀，小姑娘来采采长得那么好看，哎呀，我们现在很流量很好。然后有一天呢，我在街上也碰到了一个人，然后呢就说大网红要在车里先跟你对一对问题。我本来有一点戒备，但是是个女孩，我就跟她上了那个车。上车以后呢，突然就被迷晕了。然后再醒过来，就在一个类似于那种大仓库，然后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在那个里头。被拐了，就相当我也是猪仔。
紧接着就把我就卖给了一个年纪很大的男的，然后秃瓢，满嘴黄牙这么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跑，我说求求你放了我吧。然后他说，哎呦这么倔强啊，不过脸还长得挺好看的。其实我从小就很爱护我的脸，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好看，但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说，那我可能我要毁掉我的脸，我也想出去，所以我就看他身上有一个钥匙，我就过去抢了那个钥匙，就在我脸上划了一道，所以就是那个钥匙上的那个血迹，就是我当时划了一道伤疤在脸上这里。划完了之后就跑了？对。从那个组长屋里，在他桌上抄了把钥匙，然后上面写着信箱。真祭司给组长写的信，这封信其实就是真祭司自杀的证据。自杀？因为我先念完啊，组长三面羊降下惩罚，是我作为祭司的失职，没能管理好村民。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三面羊，希望他能平息愤怒，继续庇佑村庄。之后由我的徒儿接任祭司之位，让他一定以我为戒，履行好保护村庄的使命。真祭司。这封信其实是表明真祭司把自己作为祭品要献祭了嘛，但是这封信字迹是反的，就是你看，当我能读它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墨迹是在这张纸的背面，然后它的背面其实是这样写上去的，是个镜像的，左手写的。但这怎么确定是真祭司的字迹呢？对照笔记，要去对照笔记。有一些他的，我们可以看一眼那个笔记吗？哦，谢谢。是还挺像的，挺像的。你看这个组长就完全一样，对，很像，非常像真祭司自己的字迹。但这上面是正向的，这是假的吧？就是凶手应该是想要真祭司本人的这个笔记嘛。梨子说，昨天渡口已经死了一个人了，然后我就去渡口看了看，真的死了一个人。这强子啊，我为什么知道他是强子呢？这大哥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的名字了，于是他在后脖子上纹了一个强。这尸体手上戴了一个 T 集团手链。哎呦喂，这就是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他的手、脸颊都有一些淤青，就是说这个人是有被拖行的。是被拖还是有可能在地上蹭的，也有可能，对不对？我觉得更像是拖行，因为有对应的血迹。强子尸体是从别的地方拖来的。对。他的船上有他脚底的这个痕迹，红色的土，船上也有血迹，然后在水的对面，湖对面那边码头有他脚底的这个痕迹。在对面发现了强子的手机啊，这有个手机。还有个帽子，录音。这段录音是这样：蝎子被我锁起来了，可以提货。那孩子跑了，下雨天他肯定跑不远，我去追啊！你放心。这地怎么这么滑呀？他是被划死的，他是滑下去扎到桩子死的，地上是有拖行的一串血迹的。
它是一个弯嘛，强子在这儿死的，尸体是在这儿渡口发现的。哦，我懂了。整个的血迹痕迹都是从这儿拖，然后船上有，然后这边有，然后这边没有的，所以他肯定坐船过来的嘛。明白。那所以就说强子不是被人杀的，对吧？被人杀的，是有人推他。这个船的马达，它那个是一个手推的那个桨嘛，他要把它伸到那儿，然后它是被铁链锁住的。拥有这个钥匙的人就是开船拖这个强子尸体的人啊。强子尸体上也是脖子上插了一个三面羊的角。然后在旁边发现三面羊的羊头，上面写着诞生地，我应该是那个最左边那个独角羊。就是说这是一个伪造过的现场，因为它正好是被扎一个洞嘛。对，做成被献祭的样子。因为我们只了解三角羊的诞生地就是在祭台那儿，但是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有诞生地。然后在船上落下了一本书，写着《傣猪修炼手册》啊，就是我们这事儿。这个是你写的吗？我肯定我以为以你的才华，你有著书立传了。你确实是比较公平的评估了我，但是这个我没有写过这个啊。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拐卖的这个教材吧。然后里边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代号，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人群。分成了红货、未成年、成货、成年男性、黄货、成年女性，然后各种各样的分类。别忘了刚才他录下那段，强子跟这个组长常年有合作嘛？对啊，他说你的货到了吗？强子说货在房子里。其实强子一直在给这个村供货。你是谁？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就相当我也是主宰。被拐了。哎，他是把人拐卖过来吗？你是那个货吗？不然你怎么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他有可能，包括小雪也可能。傣猪修炼手册旁边有一个这个手机。屏保是蝎子，这应该就是这本手册的主人。他的蝎子手机里面有跟强子哥的聊天记录，第一条是在1999年的10月10日，强子哥跟他说完成年前9单的 KPI 给你换单间，然后他说好的，真的不想打地铺了，我一定好好干。1999年的12月1日。强子哥说我没看错人，是只毒蝎子，已经吩咐人去给你打理房间了。然后这个傣猪修炼手册后面有很多页，然后上面都用红笔写了一个+1+1，也就是说这本手册的主人每种类型的目标人群他都成功了一次。2000的2月7日，强子哥跟他说：“这次你跟我一起去押送猪仔，想不想升职，看你表现了。”这应该是他来到这个村的时间。到2月13号的时候，他就心慈手软了。这个蝎子啊，他说：“强子哥，这孩子发烧到现在还没退，要不您一会儿回来带点退烧药，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们也担待不起。”哦，带孩子来的。强子哥给回话说是小孩子发个烧，大惊小怪的，搞块布擦擦，别死了就行。然后蝎子说：“那我把他从牢房里放出来，让他好受点，反正就剩他了，还是被绑着的。”然后强子哥拒绝了，说：“别多事儿，好好关着。”我们不是听到一个录音说他什么要跑追那个小孩儿？再听一下这段录音。蝎子被我锁起来了，可以提货。那孩子跑了，下雨天他肯定跑不远，我去追。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听上去他像在对组长说话，对吧？跟组长报告。所以他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情蝎子做了，或者他改变了，导致跑了一个孩子。蝎子被强制关起来了，大概率是关在衣柜。
就是说明他就是强子说完蝎子被我锁起来之后，组长去提货了。牢房可能就是在水的对面铁皮房里边。铁皮房，我这个，咱们可以接下来再去发现啊。你是不是蝎子啊？等于这里面组长还做了不少事儿的。而且有没有一个很奇妙的发现？今天是这么重要的韩日祭，到现在没见过组长也没有出现。对。好，我就精彩精彩，好。好，最后我和涛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场的东西。我们先聊聊这个韩日礼，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程序，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韩日礼的村民须知，韩日礼于每年的2月10日到2月14日举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村庄的出入口是全部封闭的。首日就是2月10日，请三面羊去挑选被净化者，在第4天，祭司来公布这个被净化者。在第5天日出前，组长和祭司在祭台诵念1小时，迎接三面羊。然后之后，祭司是自己在工作间闭关谢客。上午的11点半，村民跟随稻草三面羊在村里面巡游，一直到中午12点，祭司出关，他去把这个稻草羊给焚烧。然后在日落的时候，18点，祭司来主持净化仪式，然后把三面羊送离。这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发现这个祭司的时候，他是躺在这个供台里面的，然后脖子上有一个羊角，插得很深，看起来像是致命伤。他后面有一个草，上面放了一个三角羊，上面这个诞生地，然后那个角被拿出来了，把它复原了。其实这就是那个凶器。我和涛也发现他的后脑有一个肿块，还有血迹，也就是他之前是应该被人砸过，就是他没有那么乖乖的。先晕完了之后才被那个啊。就是说，真祭司也是伪造被献祭的样子。而这个凶器我们到现在也没找到，目前没有找到。在那个祭台上面有4个火盆嘛，然后其中有一个火盆，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跟其他不太一样的，像是把什么东西给烧毁了。白色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塑料，是纸吧？是特殊的纸是吧？不知道，反正它一定是要销毁什么东西一样。进去到这个祭台的后面是祭司的工作间，我们首先找到了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是真祭司他在 M183年4月，也就是17年前写的。本来三面羊会在村中年老者中选出行善最多者，在仪式上为他们赐福，但今年竟然出了问题，赐福对象在仪式举行后没多久竟然暴毙了，就是本来得到祈福，结果死了。然后村中流言四起，质疑三面羊赐福的圣洁性，一定是村中出现了心思有异的人，所以我计划举行新的仪式，每年净化村中对三面羊不敬的人，并命名为净化仪式。如果三面羊也赞同，就请您选出那些不安分的村民吧。这就是他在183年之前是选人赐福，在183年之后就选人净化了。记事起，我们一直是后面这个新的仪式。对，原来是赐福，原来叫赐福。我们找到了这个所有的净化和赐福的名单，其他的都普通，都是一些水果。
请各位注意，在178年的时候被赐福的是甄组长。178年他被赐福过，但刚刚我们提到过一个波罗蜜，对不对？对。他曾经也被赐福过，在166年被赐福过。波罗蜜跟甄组长没有身份，就是紧接着这2个没有身份的人被赐福了之后，下一个被赐福的人蔓越莓暴毙了。接下来就是被净化的名单了。净化的名单里面有2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187年的橙子被净化了，还有就是198年的梨子被净化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三面羊的一个雕塑，下面有一个牌子，是今年选出来的2个要进行净化的人是小果子和桃子，这个已经确定了啊，是今年要净化的名单。它就是从这个3羊桶里面被摇出来的。但是呢，这个人做手段呢非常的简陋。为什么说他是做了手脚呢？是因为在这个3羊桶里面，他还有其他的没有被选出来的名字，但是可怕的是桃子和小果子还在这里面。其实压根儿就不是，就是有重复的名牌在这里面，他们那2个名字就是后写的，直接摆上去的，根本不是摇出来的。三面羊选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造假。在祭司房间里放的这个衣服的领子里面，发现有人匿名的写了一个纸条。昨晚我看到组长对3羊桶动了手脚，净化名单有问题。2月13号上午，接下来就有意思了，我们在祭司的工作间里面找到了176年1月1号带着小柚子的手环，你的手环在祭司的房间。但你不记得了。我觉得因为2月9号的时候我就没摸着这个手环，这能说明我后面去过祭司房间吗？但是2月9号之前你是有记忆的，所以你没有去，你是被拿走了。对。这是甄祭司写的日记，这里面记录了他和橙子之间密切的互动。9号，明天就要开始每年最神圣的寒日礼了。仪式用到的东西放在1楼禅室，从我房间的楼梯可以下去，用完记得收回。然后是2月11号，橙子吐了，身上还起了红疹，去他家中为他向三面羊祈福。橙子平时一直听从我的教导，行善积福，希望他能早日康复。这吃那橘子的原因过敏了。然后12号，橙子每周1晚上10点都会来找我汇报半小时上一周的心得。今天看他状态已经好多了。桃子给他吃了过敏药。对，感谢三面羊庇佑虔诚的孩子。对，我有一个日程，就是每周都要向他汇报这一周的思想进步。对对对。13号，今天三面羊选中了2个人，没想到现在连小果子这样的小孩子也会对三面羊不敬了。村里人还是不能接触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会影响大家心思的纯净。中午12点半临时约见甄组长。我刚才听你念的这些，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祭祀，我也感觉就是他没有坏心思。对，你看他都说，哎，为什么三面羊就是会选他？祭司自己是一个真的相信三面羊的，对，而且并且他其实过去他通过的这个祈福啊、净化呀，确实奏效的，只不过他不知道他真实奏效的原因，其实全都是人造的。然后呢，就很奇妙了，我们就去了那个祭室。记事里面有这个桃子写的，我是桃子，我错了，我是桃子，我错了，我是桃子，我错了。然后我是小果子，我错了，我是小果子，我错了。这小果子确实是小孩的字迹，哇，跟他一样。就是让这些人在里面忏悔，直到筋疲力尽。然后那个房间非常非常小，有2个篓子，一个是翻开来的，一个是盖着的。然后拿起那个盖着的那个篓子的时候，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孩冲着就往外面跑了。
我就问他，我说他是谁呀？他说什么他是谁？我说你没有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孩吗？他说哪里有小孩？就是刚才，没看到。好诡异啊！然后就看到有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羊的标志，但是呢，这有个小孩的手的印子，好像这样擦过去，就想把它抹掉。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我们杨步窟村的地图，这有个东西，广场、戏台、日晷。村里面设置了外星人电解质水充电站，有外星人充电站，有电解质充电站，有累了就喝外星人充电站，村民可自由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累了充电。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证据了，就是记不记得有一个说书人，他留下了一个盒子，上面写了杨步窟。打开之后，此歌谣于建村之时谱写，只此一份，世代流传。好，就主要听这个呢，来。高高在上的三面羊，3颗头6脚长，敬生灵佑村民，不敬者。得唱出来，大老师唱。哦，来，人唱。不敬者悲鸣，背叛者哀叫，三头羊三次罚，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只有这么多。沿着河水顺流而下，铃铛挂起的福地，诞下一只羊。铃铛挂起的福地，我们村民只知道前半节歌谣，不知道后面的3句。像不像今天的第一个祭坛？有没有铃铛？那个渡口有个铃铛，我摇来着。对，渡口。第二个，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不断轮回着的暗与光，诞下一只羊。沿着河水顺流而下，空气溢出的香，诞下一只羊。祭坛是第3个，第3个很像哎，因为祭坛会一直在点香。有些什么样的地方呢？有渡口，有戏台，有村头，有村口。我知道在哪儿了。日晷哦，村里有个日晷，对，日晷才是不断轮回的暗与光。对，影子嘛，光转，轮回转。我有个瞎想哈。我刚才看他说，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脚就是那个脚插在脖子上嘛。今天早上的那个是3脚羊，第一个是1脚羊。那如果按顺序的话，是不是1、2、3啊？所以我们要去找新的尸体。期待不期待？呀！走，我不去。我真的不去。没事儿，你在这儿待着更麻烦。
他要是再敢跟他怎么着，我诈骗他呀，他是不是中间男的呀？他是不是中间？我对中间男的最有方法了，我诈骗他。不断轮回的暗与光，我们去找那个日晷吧。这是日晷哦，这不就是日晷吗？这个地儿不会翻出来。我们先看吧，这是空的耶。是这儿吗？是这儿吧？它是这么哦，顺着河流而下，看河边，看河边，顺着河流而下，看河边。那有人在奔跑，快来快来啊！快来！你们干嘛？死人了！在哪儿啊？在哪儿？死人了！死人了！果然是三面羊降下责罚了。在哪儿？在哪儿？哪儿啊？就在那边，在那边，不是在这儿吗？不在这，不在这，在那边啊！快点，快点，事不宜迟。这三面羊太可怕了。我们判断错误了吗？他这也是顺流而下吗？那不是，他没说日晷，人就说光与什么玩意儿？不断轮回的暗与光。不断轮回的暗与光。你们快来！就在那边，来了！你们自己不会处理吗？我们都是嫌疑人，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们？对，他俩在哪？你们别跑远了！快点的，快点的！快点！快跟上！这是废弃的古井。组长，啊！组长死了，组长也死了，叔爷爷。啊，他脖子上也有一个羊角。今天中午我们正好来这拿点稻草，没想到却发现了组长的尸体。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凉透了。哦，哎，这儿有一个。妈呀！这是羊。哦，诞生地。是二角吗？是。我们发现这个祭司的时候，他还是暖的嘛，而这个人凉透了。组长死在祭司前面了。三头羊三次罚，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一角羊，二角羊，三个角的。依他们诞生的顺序，这是一个仪式的一部分。三头羊三次罚，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你说这三面羊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啊？一定是三面羊觉得我们不够虔诚。三面羊发怒，三面羊保佑。三面羊发怒，三面羊保佑。三面羊发怒。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不断轮回着的暗与光，诞下一只羊。它一定没有顺着河流。这河在哪儿啊？这河在这儿。
我们走过了渡口，走过了祭台，才来的这儿，所以这个位置一定是有问题的。搜一搜他吧。哎呦，他后脑勺有伤吗？全是血吧？嗯，跟那个是一样的。他还有一个助听器啊，所以他就是耳朵不好嘛。那这个是指向什么呢？因为有人知道他不带助听器的，后面直接好杀他。但是他带着，但他带着助听器啊，没给他带上的时候把他杀了，再给他摁上吧。知道他听不见的人是我呀。那有童年。兜里有没有东西？这有一把钥匙，铁皮房钥匙，还有船马达钥匙。船马达钥匙。拥有这个钥匙的人，就是开船拖这个强子尸体的人。强子是组长挪过去的。啊。难道按照传说，布置献祭三面羊是真组长的计划？不对呀，现在组长死了。我们判断错误了吗？这个铁皮房钥匙上面写着“强字专属，仅此一把”。哎，咱要不先去把铁皮房开了？走吧，我们去铁皮房吧，走，去铁皮房。三面羊保佑！哎呦，这还拜着呢。三面神保佑，三面神。你们就赶紧离开这儿吧，这什么破地儿啊？这是不吉利这地儿啊！赶紧走，谁也别拜了。你们把组长的尸体抬回祠堂吧，然后把梨子也带过去。行。其实这个组长才是最重要的。强子跟组长两个人在那铁皮房子有什么样的勾当？来吧。你好。这是有人住的。哎呦，还是个笼子啊！有人被关在这儿了。哦，睡地铺。这有帽子，这有顶帽子。哎，这个跟那个强子那帽子是不是一模一样啊？这还有一件衣服，上面写了强子吗？这是泥巴吗？被子上为什么会有泥巴呢？压缩饼干，这里好多白色的衣服。为什么要穿白色衣服啊？他们会给拐卖的人穿上白色的袍子。这关小朋友的吧？为什么这么多睡袋呢？有一点多。炸弹。看这底下的柜子。蝎子找到了他工作证，1号车间管理者，原来叫豹子，后来改名叫蝎子。你叫豹子呀？你什么叫秃子呀？从此以后只有蝎子，没有豹子。你蝎子女。从豹子变成蝎子也不知道厉害啥。2月7日，这次你跟我一起去押送猪仔。
这等于是你的办公室啊。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跑掉，我被退货了。退货退回去以后呢，他们就说把我卖到黑市去。哦。然后我知道，就是如果我被卖到黑市，那我就完全就万劫不复了。对，万劫不复了。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听到说，我们当时车间的主管，他叫豹子。车间的主管。然后这个豹子呢，之前也是一个猪仔，但是呢，几个猪仔想一起逃出去。他就做了叛徒，他把这个计划呢就偷偷的告诉了强子，因为他的揭发，其他人就被卖到了黑市，但强子就把他留下来了。不但留下来了，就有点像你那个似的，还重用他，对，还给他升职了。因为我不想被卖到黑市去，我就偷偷的用华商店的那个钥匙。在他们管我们的地方，我就把那个小螺丝就撬下来2颗，然后把螺丝和那个钥匙就塞在了豹子的床铺上，然后我就去找强子揭发，我说他要跑，你看有证据。然后呢，豹子，那个强子呢，绕口令的，强子、豹子、蝎子，强子、豹子、强子、蝎子。强子就把豹子卖到黑市去了，我以为我自己得逞了。然后这个时候，强子跟我说：“你可以啊，这钥匙你自己好好留着。”一下我才明白，其实他知道是我冤枉了豹子。你不叫冤枉，那叫陷害。但是强子不在乎，强子只在乎说这个人心够狠，可以做事儿了啊。对他觉得我够狠，那是因为强哥喜欢你。不是，他觉得我比较好。他是大老板家家人，他知道这事儿。强哥爱上你了。对。阿珍爱上了阿强。蝎子爱上了阿强。阿蝎爱上了阿强。爱上了阿强。爱上了阿强。然后他就说，以后这个车间就交给你来负责了，你给自己取个名字吧。老娘以后叫蝎子。蝎子，然后今天来到羊的地儿，羊蝎子。哎呀，我给说饿了。那你在这儿是干嘛呢？然后呢，把自己的头发一剪，那从此以后，老娘就只要命了，什么都不管了。泯灭人性的事儿我也做，就只为了活着。后来祥子在年底的时候跟我说，年前你必须要完成9个 KPI。就抓住9个猪仔，我就很顺利的抓到了8个，就差1个，但是马上时间就到期了。这个时候呢，我经常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他妈妈。那天妈妈进到厕所里去了，小孩子一个人在外面，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说小朋友，阿姨的狗丢了，你能帮阿姨找找吗？然后小朋友就特别热心的说好呀好呀。我就带着他，就把他往我的搭档的那边去引。然后小朋友过去以后呢，我的同事一个麻袋过去就把小孩就领了，那就相当我完成了9个 KPI 了。不是人，真的是你拐卖小孩儿，哎呦喂，听着都害怕。然后呢，强子也兑现诺言，就相当于给我一个单间嘛。这个时候，强子就把小孩扔过来给我，说他在出货之前，你照顾着，别让死了。然后我就照顾他，然后小孩就过来咬我，反正就是各种，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也不说话。我说那行，我就叫你小9吧，反正是第9个。别跑！他就问我说你要把我卖到哪里去？我将来会怎么样？我说如果你听话呢，就将来把你卖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果你要是不听话，
那就把你打残了，他们就把你扔到街上去乞讨。然后小孩就特别乖，每天把屋子打扫得特别干净。再看看这里，这个再打开。哦，这里有东西，同学们。哎呦，来了！哎呦，为虎作伥。他是昌嘛，对吧？昌是一个鬼嘛，是吧？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你画的呀，肯定是你画的呀。不是我画的。啊！我觉得这个画是小九画的。他觉得我就是个坏人。那他本来就是。您就别自个儿圆了，你拐卖孩子还不是坏人啊？叫我就是个坏人。对，我就是个坏人，所以他才觉得我为虎作伥。然后在跟小朋友的接触过程当中呢，他还是会激发我一些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慢慢的我就会跟他有感情，我就会哄他，然后包括他看他玩的很多小游戏啊什么的。他说他特别喜欢吃包子，你就给他吃包子。嗯。然后呢，直到强子说要我跟他一起，大概7号左右的时间，说我们要到这儿来交货，就将来我就负责线下了。如果这条线走顺了的话呢，以后这条线也都是我负责。然后我就跟着他就来了。所以这个村啊，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来了之后呢，强子就把9个猪仔就关在这个里边，因为猪仔才穿那个白衣服嘛，然后把这儿门锁了，钥匙给了我，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门的钥匙。对，这个铁皮房钥匙上面写着“强字专属，仅此一把”。嗯，你也被关在里面。他没有关我，他看这些人。对。然后我9号呢，不是把他们都锁起来，强子也走了，我就自己在这儿睡。然后直到我是今天早上，在陈的那个车的框框里面醒过来，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头有一点痛。所以刚才我看见那儿有个石头，这有一个砸人的石头，有血迹吗？凶器，很有可能是我被人拿石头砸了。你看这个小手印儿，应该是小朋友的，应该是小9的。这个可能是小孩的手啊，如果是大人的手的话呢，我觉得你看啊，他怎么都有这么大。小朋友砸你啊？你的意思就是他从里面把锁打开出来了？不是，今天不是那个信息吗？他发烧了。9号之前小9就开始发烧。对，所以他可能心疼他，就把他放出来了，想要带他去看病，结果没想到他拿个石头打了你。现在的关键是，组长是怎么把你拖到他家去的？因为组长的妻子小黎说看到组长绑了一个穿白衣服的。昨天下午的时候，他绑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蝎子被我锁起来了，可以提货。那孩子跑了，下雨天他肯定跑不远，我去追。刚才那个强子在跟组长的那个对话里边说的是，我已经把蝎子锁住了，
蝎子被我锁起来了，可以提货。把我锁起来了，然后啊一下子可能就死了，强子就死了。组长就知道说这儿的一切情况，他知道你被锁在这儿，而且他也听到了强子就是摔了或者死了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就过来把我。哎，我们去组长家里再看看吧，因为你只是去，然后那个女的没让你搜。搜。组长在组长家带路。你们真的没看到穿白衣服的小朋友吗？没有人啊。嗯，怎么可能呢？衣柜，这个衣柜坏掉了，为什么还是逃不过？有可能是我。你吧？那你拿什么写的呢？我的那个钥匙啊，就是划伤我脸的那个钥匙。来了，开了啊！你们进过这屋吗？我没有，我就是在这儿一推门，然后那女的就把我轰出来了。哦，哎，这个盒子为什么它这有？差一把钥匙。朋友们，来吧！哎，床底下有这么大一封绝密的东西，最爱看绝密的东西了。想不想看绝密的东西啊？下期再看，会员版才能看见哦。再见，拜拜 ，See you never。哦吼，宇国第一医院门诊病例。宇国第一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顶配版微型人工耳膜开关功能，60万，手术费用20万。做完手术是这个样子的。这是 M195年不重要的一天，小豪26岁的时候接受的手术。小豪发烧引起双耳失聪，多次检查治疗无实际效果后，希望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病人符合接受人工耳蜗植入的条件。主治医生治豪尼。所以小豪就是甄组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他花了很多钱，他要花钱，所以他花钱，他必须要跟强子合作。这下面有个手机，这你都能找着？哇，这还是卫星手机。组长，他给 T 发的。念一念。1998年2月10日，那个很白、很漂亮、带着雪花项链的女孩，我要了。坐。坚持坚强，听完。那时候那个女的很不听话，教训的时候下手有点重，她腿上留了点毛病，打坏了。然后组长说没关系，进了村就听话了。
1997年那天，就是他是真的跟我失联了。 198年2月10日，那个很白很漂亮带着雪花项链的女孩我要了。梨子198年她是被净化的那一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腿是有一条腿有点瘸的，所以现在已知被净化的梨子，其实意味着一种洗脑跟失忆，对吧？他什么时候来村里的？梨子是这儿的原住民。然后2000年的2月12日，就前2天，他组长又要跟 T 加单，加单我还需要一位年轻女性，21岁，1米6左右，身材匀称。T 说来不及了，组长说必须弄到，不符合也没关系，到时候你来把这次来运人的那个女的带走，我来搞定她，连她一块卖了。对，他要你就是他说来不及了。这后还有啊，2月13号的2点，他说出事了，速来。2月13，就是那个录音嘛。这弟怎么这么滑呀？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通话，通上了的哦。通上了的就是刚才那个录音内容，应该。然后这里有一个自己的提醒事项，3项已提醒，打上勾的啊。2月9日晚上10点半提醒，把小果子姓名先放进工作间的3洋桶里。昨晚我看到组长对3洋桶动了手脚，净化名单有问题。然后是2月12日晚上10点半提醒我把桃子姓名签放在祭台上的3洋桶里。2000年的2月12日，组长又要跟 T 加单，加单我还需要一位年轻女性，21岁，1米6左右，到时候你来把这次来运人的那个女的带走。2月14日，那女的不见了，先去村里找找。半小时后7点提醒我去祭司那边，就让他手机自己定闹铃。等于他的目的是要一个小孩和一个女孩。我找到你的小雪了。梨子198年她是被净化的那一个。净化其实意味着一种洗脑跟失忆。梨子是这儿的原住民。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改变人的体质？我觉得净化仪式他换了一个人。你想想看，他要人是干嘛？他就是净化仪式，他换人嘛。有一个桃子嘛和小果子嘛。你是进来要当新桃子的人。急了。对。你为什么会换上白色的衣服？我不知道。请问净化的时候是穿什么衣服？白色袍子。哦。我觉得合理。我看到小孩是穿白色的衣服。再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线索？还是得找呢。这有柜子吗？哟，哎，全是签。哦，这就是那些签子、桃子、梨子、葡萄，有的没写完。这个都是反的。不对啊，这桃是正的呀。哎，哎呀，这里面有个本儿哎，是什么？什么呀？人工耳蜗，作为治疗重度聋至全聋的常规方法，是目前运用最成功的生物医学工程装置。心情日记。哎，他字儿就是反的了。他就是写反的。哦，全是反字哦，左撇子吗？
他就是练的就是这活呗。这是2000年的2月12号。要不是发现桃子给陈送了药，我都不知道他偷偷从村外带回来这么多书。如果被他发现，我的秘密该怎么办？不能留了。桃子不能留了。然后13号，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但祭司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得处理掉。祭司在村中地位特殊，弄死他不好向村民解释，我得想个办法。哦，这是祭司发现了。对，我知道了，他就是平时就是写反字的习惯，然后这个改签的时候，他必须得写成正字儿，因为签上是一正字儿。哦，这是他写失败了的。他自己的书写习惯就是写反字儿。然后他说好不容易糊弄过去，是因为有人向祭司举报组长作假，对吧？然后弄死他不好向村民解释，得想个办法弄死祭司嘛。对，还是弄死他嘛。弄死他了，只是假装他是自杀。就是这个信箱里边被我找到了是真祭司自杀的证据，但是这封信字迹是反的。所以整个这个杀人计划的第1步跟第3步都是组长完成的，只是第2步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完成的。但从那个温度的角度来讲，也感觉像是组长是在前面。对，我也觉得。哦，存折，来拼一下吧，把这个拼一个。哎，大世界解释一下这个存折呗。您的存折怎么在他这儿啊？大世界，大世界别拼了，嘿！但到你手上，快，给我做一个耳膜，我听不见了，你们说什么？户名大世界，账号1234556。别，1998年3月开。转过来。哎呀喂，哦，你好，哎，我这儿做这个任务呢，大家你看我这个。你先回答那个。快点，说你的。然后一直从洗白白公司汇入。那是他挣的钱，洗白白吗？挣100万吗？他有100万。对，我挣钱嘛，这是我之前那个骗中年男人骗来的，就是我每年那个对替公司发我这个钱，我还账了啊，是这个事儿。你把钱都给组长了？没组长，他去我的屋把我的东西翻出来，他给拿走了。哦，对，他说了，他所有东西都在他这儿，对。对，组长。大世界2月12号、13号连续2天大早上出门去后山挖土，直到天黑才回家。钉钉，你挖土干嘛去啊？就是这件事儿是很简单的。现在有人盯着你。对。拼出来了。哦。组长，熏火烧已经调查完村中大部分村民，他问我为什么有人不清楚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我没有回答他。2月12日。丁丁是谁啊？盯着他的那个人。咦，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啊？这里有东西啊！你看看，这就是反字啊！明天上午11点，废弃水晶，边见。谁落款是谁啊？真组长。这写的啥呀？这谁给谁写的呢？真组长。
有东西吗？再找找看有没有钥匙。钥匙在手机壳里。好会藏啊！你有什么秘密？就是那首歌，他知道这个歌谣。这个版跟说书版是不是一样？哎，不对，这不是那个。此地图为于建村之时绘制，只此一份，世代言传。跟现在的那个一样吗？你看啊，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他这个里面就讲说，铃铛挂起来的福地诞下一只羊，不断轮回着的暗雨宫诞下一只羊，空气溢出的香诞下一只羊。然后他标得很明确，老大诞生的地方在渡口，渡口，老二诞生的地方在祭台。老三诞生的地方在废弃的水井，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老二现在变成老三了。那请问，废弃的水井为什么是空气溢出的香呢？第一个是在渡口这儿是吧？嗯。但其实真正死的时候是在对岸，是被组长运过去的。就这是渡口吗？对对对。然后渡口有个铃铛。对。铃铛挂起来的福地诞下一只羊，不断轮回着的暗雨宫诞下一只羊，空气溢出的香诞下一只羊。第一个是在渡口这儿是吧？嗯。那这不就是羊脖子的地方吗？然后这个是羊眼睛吗？这是羊鼻子，是不是羊鼻子吗？嗯。然后呢？这不就是闻味儿的地儿吗？这就是看光的地儿吗？这是挂铃铛的地儿吗？啊。哦，你看这儿是一个羊头，对。晨晨好棒，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然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解释。其实那些诗是什么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搞错了。对。它这个顺序只跟地点有关系。这个地方三角是固定的，就三角羊一直就在那个位置。哦，它没有变过，对。不是，如果这个是只此一份，并且凶手执行了的话，他回过组长房间的喽？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只知道这个地点，对吧？对。这个是只此一份，试一颠、废弃水晶、原件。所以如果按照组长三面羊杀人的计划，他约那个谁去废弃的水井，其实是想把他第三个杀掉，是吗？ 11点，
他是约人在废弃实景边上见，结果他自己死在了废弃实景边，对吧？他约的这个人就是凶手嘛。那谁杀的祭司呢？去晨晨那儿搜搜身好吗？太疯狂了，他还打你的小雪，他把腿给打坏了，恨死了。但他已经死了，该死啊！这里是稍微宽敞一点。来吧，朋友们，这里肯定还有一些线索，但是开始之前，我们先搜搜身好吗？好，好，来吧。在哪儿？什么呀，糖纸？哎呦，13号这天，我终于确认了你就是小雪。但你为什么收下巧克力却装作不认识我？所以你当时认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不记得。啊，你扎我干嘛？扎脖子呀。哎，你这是我又做错了什么？这个东西是我记录下来的。嗯。哦，他自个儿吃了一颗。对他给了他之后，他回来很痛心，一边吃巧克力说他怎么认不得我。每个人的点都好奇怪。那你刚才为什么扎我呀？我恨你恨你扎我啊！他不认识我了，他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的雪儿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雪儿，这位肯定很多。你这是什么呀？你这哎呦哎呦哎呦！我放你出来，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昨天下午的时候，他绑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为什么还是逃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我放你出来，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谁放你出来？就是雪梨子放我出来的。但是什么约定我不知道呀。对，你忘了。对啊。他的约定应该跟组长有点关系吧？他现在更多的是要逃走。没了。就他。飞行员。大家都挺丰富哎，我的天哪！还有一个视频。什么事？组长，我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汇报。你让我盯的那个姓张的外村人确实很可疑。我发现他天天去树林里挖呀挖呀挖，还找遍了村里20岁的男生聊家常。最后一个见到的是橙子，我还捡到了他掉的手链。是他回来了。哦，他回来了，所以他知道了他的身份。对，知道我是谁。我和祭司做的一切都不能被揭开，已经死了的人就不要再出现了。你有什么记忆吗？跟祭司的？我跟你们讲啊，这是组长。对。也就是说，组长去过祭司的房间，因为你的手链最后是在祭司的房间找到的。他和祭司做的一切都要被揭开了。他说：“我与祭司做的一切都要被揭开。”老坏，没事，不用看。我就说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嗯，您知道了啊。身上有东西吗？有，这个线索没有？没有线索。没有。你，我好像没有。真的？真没有。这屋是谁翻的？我。这里有一个香炉，我觉得有蹊跷。啊，他说他每天祭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仪式没有中断。
桃子、祭司，能拼出来吗？13日晚，桃子、祭司、净化纸条，祭司看了我的纸条。昨晚我看到组长对三阳桶动了手脚，仪式没有中断，桃子还是会被净化。组长一定会受到惩罚。13日晚，因为是组长动的手脚，那个抽签的那个签儿。但是你也会，这个人也会怪祭司啊，因为祭司看了我的纸条，我跟他举报过，对吧？那就是组长和祭司一定都会受到惩罚。对，都会受到惩罚。所以你是有杀机的，对他们2个人。这是你的杀人动机出来了。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有可能祭司和组长是一个人杀的。对。组长也想杀祭司，但是还有一个人想把他跟祭司一起干掉。而且祭司是被砸过，组长也被砸过。对，那么这个人呢是既恨祭司又恨组长的。看看塑料筐那有没有？这盒啊，孔明灯有一封信，长老让你把孔明灯都画上3面羊，晚上要用，是2月14号的。啊？2月14号，今天晚上。今天要做的一个仪式，孔明灯。都封着呢。对，是不是里头有东西啊？你拆一个呗，拆一个看它画没画呗，是吧？没画呢。那你为什么不画呀？我这不是杀人没来得及吗？现在就是你知道，就玩这个吧，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杀手。这么聊是吧？他这个证据充分证明了你去杀人了，因为你没来得及画。对啊。哦，你就忙杀人去了？你只能干一件事儿。那我也得一件一件事办啊，你啥事儿都交给我，杀完再整啊。我感觉这里没东西，走去大勋那儿1对1。侦探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我们先梳理一下呗。你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小黎跟你说，让你记得他跟你的约定。没有，我只是醒过来以后看见那个纸条。你猜测一下，他跟你的约定大概有可能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呀，要不就是一起跑。他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跑，不跟勋一起跑呢？他不是还不知道勋吗？他认不得勋，对不对？对啊，但今天他也不认得你啊。他为什么要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跑呢？但他可能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女的，然后呢，也是被拐来的，被卖在这儿的，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说。他把你放了，然后作为交换条件，他说你也帮他一下，相当于将来是不是有机会一起跑？从现在你的思路里面，你其实是对强子有恨的。目前为止，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来涉及到他们这个村里的这些事儿，我都没有交集。就他目前呈现出来的，就好像跟组长和祭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作案的人大概率不知道这个地图。真正的那个图其实只有组长知道。那如果按照那个图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第一个人是渡口，第2个是祭台，第3个是井。但是真正死的那个时间就是错的嘛？死的时间是错的。他的问题是，他现在时间上，他只能先把人约到第3个地点，在11点的时候杀掉那个人。可是没有想到，他约的人11点的时候把他反杀了。
祭司的自杀信已经被寄出，那组长一定会杀掉祭司。对，对，对。但问题是组长没有杀掉祭司。目前我们觉得按照歌谣去做3个死者，这是组长本身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中间被人打乱了。对。好，叫一下勋吧。好的。我整理一下你的杀机啊。你现在认出他来了，但他不认得你。我整个的这个行动都是为了小雪，因为小雪是我最爱的人。原来我是不敢认她。如果我们13号认出来，确定她就是小雪，我看到小雪已经不认识我了，她的腿也瘸了，那我肯定会立马就把组长杀了，报仇。这个不合逻辑吧？其实我对他的情感是那种，我形容他像雪一样纯粹。对，饰品都不让碰。然后我看到像雪一样的饰品，我都要把它买下来，所以我其实是很极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动机啊。但你并不知道他是被拐卖来的吧？你可比如说我们俩去一个地方，突然间手机没有信号了，3年了联系不上。那他肯定就是被拐到这儿来了，然后他的腿也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是吧？你给他写信这个。去大勋那儿1对1了。这有封信。你的飞机我包了。谈日礼结束后带我离开这里，这是预付的酬劳。成功离开后还有更多。回复是我的飞机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拉客的。我给张福来打了10万人民币。你要离开。你是带他离开啊？我不能自己跑了。带他走啊？他都不认你，你带他走，怎么带他走呢？不是，那我为啥要整个飞机呢？是你带着他走，还是你要干什么事儿之后再离开？我们现在疑惑的点就是什么呢？你现在只知道了他是谁，然后他不认识你了，然后他现在跟组长在一起。我觉得组长现在大概率不知道你和梨子之间的事情，因为梨子是好好的在家里的。对。我觉得组长大概率不会约他。你觉得谁有可能会被组长约？最有可能被组长约的可能是陈，因为陈他检举他被发现了。其实张也有可能，因为他发现了张一直在挖。对。然后大呢也是说大挖了2天2夜。对，肯定组长知道他拍到什么。好，调一下大吧。其实我最后一个线索，你们猜是干嘛用的？你在房间有东西吗？你找找呗。这是个啥？家。这是个什么？是个凶器啊！挖地的。这是我那个逃跑计划，这么着吹着走。就漏在水里面。漏在水里头，对啊。哇，做的还挺精致的。对，你看我这还准备以后还是批量生产，这还画了个画呢。画它的使用方式。对。哎呦，真不错。666。行，老师们，你们查出什么来了？我没查出，我们一直坐在这等着你给我们指条路呢。哎呦喂，我是不是能逃了？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出来呀。我只是觉得我不知道。
他们跟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拍这边民风嘛，失忆那天我应该也是在按照以往的方式在拍民风，然后拍着墙子了，不是？嗯。您亲自去验验货，走。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当时发现我了，是看见我在瞎拍。后来果然第二天他不就去找我去了吗？然后说你是不是平时瞎拍？你是不是拍了好多这些？就把你打了一顿。对。然后后来他还把我的那个存折存折给弄走了，那个意思他肯定想要我之前拍的所有这些东西嘛。我也想就是赶紧离开这儿嘛，但是因为最近不是封村的嘛，在封村的时间以内，我如果给了他东西，他就会杀了我。就是我会这么觉得。然后呢，我跟他说了一个3天的时间，就是在这边14号之后，大家可以随便进出这个村的时候，我把东西给他，然后我就可以离开这个村了。我说这东西我不是丢在外边了吗？他说那你给我找去。我说行啊，给你找，你得给我时间。他说我给你3天时间，我得每天去办，让他看看。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14号以后就会放你走呢？你这之前给了他，他会杀你。你之后封了村，你出去不是会更到处去乱讲吗？他不会更杀了你吗？对呀，但是我当时不是想的是，就是说还有1天就是要跟我那个学姐3年的那个女朋友先见了嘛，所以我只能是赌一下，在这个解封的这个时间，至少我还可以逃。所以就是有这些东西，逃跑计划。那你知不知道今年桃子，也就是你的好朋友，是祭司要进化的对象？这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不是已经公开了吗？那是肯定，那肯定不记得了。你在没失忆的时候，你肯定是知道的，因为这是在昨天晚上就公开的事情。嗯。你觉得以你的心情和以你的性格，桃子会被净化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对祭司的判断吗？应该也会，应该会。那你会想杀他吗？但我应该不会，因为你想，我不管怎么样，我最终是愿望是我要离开这个村儿。即使桃子救过我，也许我生气，我愤怒，但是他不是我会变疯狂要杀人的那个点。好，了解了。你是不是觉得杀族长和祭司的是同一个人？啊，对啊。会是谁呢？谁11点多要去约族长，要约谁这件事儿？他会约谁呢？他犯不上约我，对吧？因为我跟他说的是3天之后嘛。他约你把东西给他呢？我不能那时候给他呀，因为那时候封还没解封呢呀。你不能给他，但他可以约你啊。但我不能去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觉得我这人不能去呢？因为我有点耗他，我跟他，你去把他杀了不就行了吗？嗯。那帮我们叫陈吧。族长跟祭司一定都会受到惩罚，对，都会受到惩罚。而且祭司是被砸过，族长也被砸过。又找到了一个右宝藏2。啊？咦，这不是他的宝藏2吗？这是在张子那儿发现的，对不对？嗯。这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柚子的计划，就他知道弟弟要被净化了。今天是2月13日，弟弟竟然真的在今年的净化仪式的名单上，我也知道了祭司的秘密。幸好弟弟去年犯了错后，我发现除了村口，还可以从山崖下的瀑布顺着河流到村外，我便开始训练天生胆小的弟弟跳水、游泳、憋气、跑步。
晚上弟弟被组长抓进了禁室，我得赶紧制定逃跑计划。我与弟弟体型相似，我自愿留下来替他受罚。今晚我先潜入禁室，与弟弟交换手链、衣服和面具，等第二天日落举行净化仪式时，我让戴着面具在广场上的弟弟听到我的羊叫声后逃跑。当他如鸟儿般在天空自由翱翔时，我也就没有遗憾了。哦，所以是哥哥的计划跟他交换，不是组长他们要换。对，现在的柚子是橙子，橙子是柚子。对。但是你不会以为自己是小橙子，因为你自己原本的计划里面，你知道自己小柚子。对。但后来你就真实的认为自己小橙子了，所以你才问我到底是谁，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还有线索，我要继续寻找，对吗？不。黑字儿是我以前写的，红字儿是张写的。他挖到这个宝藏2了。对，这就是张的杀机，是不是？嗯。你知道了这个祭祀的秘密，对不对？啥秘密啊？这里面写了，我知道了祭祀的秘密。进化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对吗？我不知道，而且我的字体变了。你现在的字不是这样的呀？对啊，我现在字是右圆的。那他的记忆整个都不一样了，他人都不太一样。你后来性格变化很大，你也不爱飞了，你也不爱自由了，你也不好奇了。对。想帮我叫一下张。行。我先说2个特别重要补充的证据啊。一个是在那个物资那个筐下边发现了这个东西，热宝宝。对。接触空气后开始发热，使用完之后褐色固体颗粒。在那个祭司的下面，有这个东西使用过之后的样子。有吗？有。哪里？祭台它不是躺在这儿吗？然后它后边有一层布，然后你把那布掀开之后，底下全都是这个颗粒。你的意思是他早就死了？对啊，他想给我们看成他后死。祭司应该先凉啊，他还让他暖干嘛？那我想问你，这个热宝宝是组长用的吗？组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组长为什么要用？就是这个问题。组长他去扔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他跟三面羊罪罚的顺序是反的。对。那所以就是说，不是组长杀祭司的呀？对。我再说完另外一个发现啊，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个猜想。祭台边上的有一个火把，就是那火把没亮，就是那种立在墙上可以取下那种火把啊，上面被绳缠那个地方有2处血迹。我记得祭司后面是被炸过。组长被炸过吗？有。那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凶手，在某个时间点上用一个火把把他们俩都砸晕了，再来做后面的布置？有可能。这还是一个人杀的？对，还是一个人同时杀的。
同时杀？我没太懂，他们俩为什么在一块儿呢？他好像是有一个他们俩会面的点，对吧？哦，第5天了嘛，今天的7点到8点，就是他们要在那儿念那个宋词，然后我们是都在家里面。哦，就有一个人偷袭了他们的会面现场，在7点到8点把2个人全干了。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凶手刚好暗合了三面羊。但是不知道罪罚的顺序，所以第2句和第3句是反顺序的。我们讨论吧，集中讨论吧。来吧，朋友们。我们补充几个刚才在1对1的讨论过程当中产生的讯息。一个呢，就是哥哥跟弟弟的身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呢，其实张福来才是弟弟。是个弟弟。给我剥个橘子。然后这个哥哥也就是成，他代替弟弟做了净化，从此以弟弟的身份活在了杨浦窟村，这是一个点。第2个点就是我们发现的身体有余温的祭司，并不见得真的是在11点50左右身亡的，是凶手想让人们知道他是那个时间才死的。因为我们发现了热宝宝的褐色的粉末铺在了他的身子下面，而这个热宝宝打开之后，它的包装袋就被扔到了旁边的这个香炉里面。这就是我和涛发现的那个，我们有点讲不清楚它是白色的到底是什么纸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就是那个热宝宝的包装袋。另外还有一个公知信息是第5天，也就是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组长和祭司他们2个会在祭台上一起祈祷，祈求三面羊的降临。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村民是不能出屋的，这是绝好的下手时间。8点之后，祭司将会要进入到自己的房间去闭关，也就是说你约不出来他了。对，一直到11点半。一直到11点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可能7点到8点就已经走了的人。而他的身体一直被保暖了。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补充的讯息。那接下来我们要找的这个凶手呢，请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他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是不是都同意，他是接到了组长11点约在水井见面的人，对不对？其实对于所有人，包括组长来说，这个计划是从强子死的开始就变成倒计时了。对，真凶一定在那一时刻目睹了。对。也就是说，收到信的人知道自己已经被纳入了组长的计划。对。那么这个凶手他就是借了组长的计划，让自己不被杀而去杀组长。但是张福来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就是真正的凶器呢，其实是祭台上的一个火把，可是它有2处血迹。然后如果说这个东西是被组长用来砸死祭司，然后组长再拿着这个东西赶到水井边，再被人把这夺过去，再把组长给敲死，那在井边敲死组长那个人怎么知道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拔下来的，还给他还原回去了？那肯定是1人双杀呀！如果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7点到8点，凶手杀了2人，祭司和组长。我觉得这个合理的点在哪里呢？我相信组长是想杀祭司的，但是组长绝不会使用热宝宝粉，因为从我们以为这个尸体是应该死在第3个，因为我们看见3角羊就觉得它应该是3号羊，可是它是个反的东西。对，3角羊是2号羊。对，真正水井边的2角羊才是3号羊。是，所以如果按照组长的计划，7、8点杀完这个凉透透的2号死者，刚好11点再杀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三面羊的天谴。而这个人
外人他不知道羊其实3角和2角他们是颠倒顺序的，所以他以为一定要让这个祭司是死在后边的，所以他才用这个热粉粉把它保暖，让大家觉得他是在12点左右。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知道第3个地方是在废弃水井呢？如果他不知道顺序的话。如果他收到了组长的那个信息，他就知道组长要杀他呀。哦，对，因为对不对？因为他知道约在了废弃水井，然后他去废弃水井发现了2角羊就在那儿，因为2角羊那个诞生地就在那儿。对。而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7、8点目睹了这2个人在这个祭台上，他双杀2个，把那个拖到水井，再用水井旁边的2角羊的那个羊角捅进去，这是合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对组长和祭司可能没有那么恨，但是他知道他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计划当中的一环，他必须杀2个人，完成这个所谓的天谴。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盘组长最想杀谁，就是得有几个维度，就是一个是组长想约谁，组长能约到谁，能约到谁，而且组长想约谁就是组长想杀谁。组长想杀他，他也想杀组长。对。我们一个顺吧，组长会约荣吗？不太会，因为昨天他刚跑出去，就是组长想约他，应该也约不来。荣都没有住所，那组长有可能约勋吗？有可能。对呀，因为组长的太太现在是勋的以前的媳妇儿。他约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有可能知道勋知道了他的太太是原来自己的女友。对。但是目前可能性也没有证据支撑，也还没有证据支撑。他约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勋一直在调查村里的人口的问题。对他问他你在干嘛呢？因为他自己心里有鬼。可是我是个调查人口的志愿者。他是不能杀我的，就是他老婆都是从村外运过来的，他肯定害怕呀。跟我说，如果是在这一点上的话，我宁愿会更相信他会约大，因为大是他真实的看到他在拍东西，而且还拍了不少，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会把更多的可能性放在大身上。但是我只想说，他没有必要，他要给我个走，他查到真组长了，我缺课了。我想问一下，大不是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吗？因为我给他已经被他们控制了，我没有被他们控制。你拍的就是被他们打了，我被他们打了，他给我3天时间，让我去把那个之前那个，你一个个说。你想说什么？就我想说，就是我找他，我说坐飞机，其实我可能是想要带着小雪直接坐飞机就跑了。如果我把人都杀了，我还有必要坐飞机跑吗？那你做什么？坐牢？那你不是把人杀了，我直接可以走出去了，我不用坐飞机了。你肯定得坐飞机更快呀。你还对呀，他开飞机嘛？我没答应你啊。那是没答应我啊。好 ，OK， 好，那我们说回大，你刚才说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犯不上那个给我写纸条，他就直接跟我说你再不给我，然后我就要杀了你，什么类似这样的。他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了，他3天之内必须给你。对，然后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再重复一下，又给我写了一个纸条，说你给我约在一地儿，我再问你，这是不是有点就是他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他要给你交，比如说你要跟你约一个地方交东西，这非常有可能。我一直跟他强调的是，一定要那个，不是你跟人强调的，是人家告诉你3天之后你以为，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有一些谈判技巧的，还跟人强调，他跟我。你跟人说实话，那时候人丁光在屋里揍你，揍完你说3天以后把东西给我交上来，闭嘴！然后我就问你，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跟他3天，他以为是3天，是因为我跟他算好了，不用他以为，他一想几天就几天。你急了，你在人家的再生气，我吃香蕉了，你吃点东西，你补点东西，是吧？就是我为什么跟他聊3天呢？大老师的意思是他跟他有约在先了，所以他不可能再次约他了。你太小看流氓了。你不是在 T 集团待了一阵子吗？对，我在 T 集团我知道销冠，但是我跟咱们这组长没有什么，对不对？你是优秀员工，你也不是什么好鸟。你总把自己吧说得很无辜。这件事我再说一遍，我是在说，咱们就是说深陷泥潭也仰望星空，是这么点事儿。行吧，存个疑。下面到张 fly， 张 fly 呢是因为被他发现了他在找20岁左右的年轻人，
而且呢，他也说了这句狠话：这个已经死掉的人怎么回来了？必须要解决。而这个东西呢，是被张拍到的。也就是说，他恨张，张也知道他恨自己，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恨很不清不白，因为我身上有一个大谜团，就是关于那个哥哥的日记被我找到之后，我留了几句话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是谁？就一下我的认知反转了。明白。所以在这件事搞清楚之前，我并不会做那么决绝的举动。对，他还没那么。然后咱们除了考虑这个人想要杀真以外，还要考虑真最想杀谁。对，真对我其实也有杀机，但是这个杀机应该在他的猎杀名单上排数一数二，比较后面。我觉得比较后面。你觉得谁排在你前面？我觉得这俩都在我前面。我也在你前面。对啊。我就拍了一些风土人情照片，他杀我干嘛呀？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插着。难道陈不应该排在他俩前面吗？我有一个思路，就不知道成不成立。就是组长要杀他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看见他在这个村子里挖呀挖呀挖，他在找什么东西。第二是那个组长发现他在找所有村子里20岁的年轻人在打听，然后最后发现了他的那根手环，且最后拍到他见面的那个人是我。我就是想说一个点，就是他如果单约一个他或者单约一个我干掉，能不能足以解决他心里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俩已经见面交流过了，他并不知道我们俩到底就是杀人名额是有限的，你要用天谴的话，你必须得杀3个人，对吧？那是不是就可以把祭司往后放一放？那我想请问，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第3个被杀的人呢？那我想请问一下，他知道你俩交换了吗？他不知道我俩交换。你是不是被净化了？我被净化了。你现在是不是非常乖？对。你现在是不是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对。那他要杀你干嘛呢？因为他见到我了呀。他见到你了，有证据证明他知道你们俩说什么了吗？他不知道啊。对呀，那所以我们怎么能就认为他必须要杀你们俩呢？你的意思是他单收我一个其实就够了？够了呀。这个就是继续做一个乖孩子。对。陈有一个点呢，在于什么？是因为他发现了桃子跟小果子的牌子是被做了手脚的，而且他是在组长那发现了这个秘密，同时他把这件事情还告诉给了祭司，这件事情祭司也反馈给了组长，所以组长才说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些麻烦，但是祭司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也就是说他的举报其实是有作用的。我是匿名举报，但是祭司怎么知道是谁举报？对呀。那每个人说一下，你觉得谁最有可能被甄组长约？蓉，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我比较怀疑2个，一个是张，因为张知道组长知道他是柚子，而且组长明确说了，既然死了的人就不能再活着，一定要都除掉，所以他一定是会去找张的，而且必须是要除掉的人。我想说一点，为什么不是我？就是这个凶手在制定了反杀计划后，他是不是希望所有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还带有脱罪倾向，对吧？对啊。那一个有脱罪倾向的凶手，其实是会想办法尽快离开这儿的。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凶手要雇我的飞机离开这儿，我为什么还直接给他拒绝了？我杀完人为什么不借着这个就是答应他，咱们走吧？有条件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不用？既然你所有要做的事儿已经做完了。你有职业的一些操守，我没有，我在这儿没有，不会职业操守，因为飞机是假坏，我随时可以走，我杀了人之后更可以走。那是不是你不方便拉我走，你想要自己走？我为什么不拉你走呢？因为你可以想去哪去哪。那咱俩又没仇，你拉我走我还挣笔钱呢。你弟弟在这，你不会着急走的。我会把他送走啊。如果你要带你弟弟走的话，你更不会带他走。不是我带他，是他要雇我。所以你拒绝他，并不代表你不想走啊，你只拒绝了他而已。然后侦探，我确实觉得勋
不能就完全就我没有觉得勋是完全干净的，因为你看哈，组长他们为什么要杀他们？就是觉得说失控了，他也很想保护这个现在村子里已有的这种状况。而勋其实挖到的东西还蛮严重的，就是到底组长的年月日没有，然后菠萝蜜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勋对组长有杀机，因为他的女朋友被卖到这儿来腿还打坏了。他对组长的杀机是他对组长的杀机非常强烈，但组长对他的杀机真的排不到前2。我个人觉得。你怀疑谁吗，勋？我肯定就是张和大了，都到我这儿了，因为他还是会找你大张啊，还有魏啊。大张卫啊，我知道自己不是，因为他还是会找你啊，还得找我呀啊！他必杀俩人，你们俩。我真的想说那个飞机的事儿，不是那个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就是那个飞机就是对你很不好，我觉得。因为我想说的就是，做完这个事儿的人一定想走，而且也想把自己的亲人带走，因为你在这儿恩怨已了，这不是一好地方。那难道我不能走着走吗？你有钱啊，你干嘛不那什么呢？但问题是，他给他写的信是什么时候？13号，他早就想走。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就是只有一个日期，就不知道是在发现了那个信之后，对，发现就收到小纸条之后，13号我见到他，他不认得我。对呀，这个村子是封着的，现在出不去。14号呢，这就完事儿了。马上可以出去了，我立马找一个飞机走，有问题吗？凶手是不是他都要带小雪走。回信的时间是什么？他是今天回的。今天啊，14号啊。我觉得这个纸条是对勋不好，然后对张好。勋，你手中最后一个信息是你女朋友小雪不认你，对不对？对。那你在这个时候着急走是为什么？你根本没有搞定这件事情。你刚说那个小纸条对勋没利，对他有利。对。我反而不是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他有自己的计划，所以他不能收钱把那飞机给别人弄，他不能带着勋走。为什么？他带着弟弟走啊，他带着我走啊。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凶手，他只是想报仇，然后把我爱的人带走。对于我来说就是哥哥，对于他来说就是小雪。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干完这个事儿隐藏之后，赶紧走，赶紧走，这村爱怎么地，就这个是一个这个凶手的心理画像是正常的。明白。大老师，你怀疑谁呢？我当时听着，我当然是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哎，你有没有要走的强烈的？其实他跟他，我太有了，因为我就1天了，我要赶紧走。但是我想的是赶紧走。但你没有钱，你租不起飞机，对吗？对他没有那么便利。求求他，架不住咱们哥们儿不是说能求求他，能顺水逐流吗？不是有好几百万吗？靠水那个。那你待会儿就别投他，你让他。哦，他有飞机是吧？哦，就是你要走了，就没人会开了，是不是？我从我侦探的角度，首先我排除容，完全排除，然后我80%排除大，然后我50%吧排除陈。在勋跟张之间，我其实是平等的在怀疑，怀疑张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较符合组长迫切要解决的那个人。而且不但是组长知道了他在查很多事情，他也知道组长对他自己有杀机，就是这双方的这个矛盾冲突非常清晰的。张对祭司和组长都是有杀机的。那么对勋来讲呢，我觉得组长对他的杀机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他要走的这件事情比较奇怪。行吧，投票吧。是不是这里面呢？
来投票了。哦呦，好大呀，这个地方。哇，熟悉的感觉回来了。第9季的第1案，精彩精彩。今天呢，我们这一案里面呢，是凶手利用了甄组长用所谓的三面羊降罪的这个计划，然后来反杀了祭司和组长。那么这里面呢，关键人物就是他会收到组长寄出的这封邀约信的人，也就是组长对他有足够的杀机的人、恨意的人。我觉得呢，在这里面，张福来和勋都是比较有可能的。张的原因是组长觉得是当年已经死掉的一个小孩居然又回来了，而且还在查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方面，组长觉得会有风险，而且他明确地说出了死掉的人就不要再出现了。我和祭司之前做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呢，组长对张是绝对有杀机的。对于勋呢，是因为勋在做人口调查，那么有可能勋继续查下去呢，会导致村里的一些事情败露。但是我在想呢，勋的身份是一个人口普查的志愿者，组长其实可以想办法去，比如说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人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对不上号的情况，而不是说把志愿者直接杀掉。我觉得这一点不太合理。我觉得张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今天这一票我就投给张福来。基本上嫌疑人我就锁定在张福来和熏火烧里面。他们之所以要把所有人都圈养起来，然后让人洗脑，然后相信三面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其实就是想要控制这些人。那其实熏查到的是比较关键的，是不是就戳到了他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而且我还有一点很奇怪，小雪都没有跟你相认，你就要去找张借飞机走，所以这个我总是觉得有点说不通。所以，对，这票我投给熏，解答不了我心里的疑问，所以这票我投给你。分析一下，我是觉得熏火烧给张写的那封信，如果张真的有自己的计划的话，那他没有必要回这个熏火烧，他应该就不理他，完成自己的计划，直接开飞机带我离开。所以，由此，看看能不能在2选1中选出一个我觉得更符合这个凶手画像的人来。那应该是，不知道对不对？最符合对祭司和组长2个人都有杀机的人，就是熏火烧和张福来。哎，就你了。手铐子啊，这儿。张福来真的也是很有嫌疑，主要是熏火烧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他说他直接就可以叫上那个姑娘走，那姑娘并没有带上他走，他为什么就能走？张福来确实是，但是他没有必要杀2个人，但是他可以杀2个人，但是他就是解释不清楚。他可以杀2个人，但是他们就解释不清楚，杀2个解释不清楚，不清楚。好吧，应该有可能。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我跟张福来，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然后张福来呢，我就觉得甄组长也知道他是谁，而且他已经是一个之前甄组长杀掉的人了，所以他重新回来。如果甄组长想完成他的计划的话，杀张福来是一箭双雕。对，这一票我投给张福来。
从种种角度来讲，在完成了这个计划之后，凶手的心态应该是我在此村所有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没有再想调查的事情，我也不想破除这个村子的愚昧，所以我一定会选择有走的一个计划。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去分析凶手的心理的话，我会将我的票投给熏火烧。来吧，行了，来，请宣布。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9季第1案中，谁是杀害真组长和真祭司的真凶呢？看来我们推理是对的。一凶二杀。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他不是0票，他不是0票。你投了我。真的假的？你先回来。好，宣布吧。获得0票的玩家是荣一麦、陈子。你看这2个是。还有大老师的票啊。还有大世界。没有，耶！哎呦！哎呀，就是。这就有点意思了，等于票都集中在袁和勋身上。对啊，来你们俩站这不是我，你俩往中间站吧，你俩来。哎，熏火烧和张福来之间，谁的票数更高呢？熏火烧和张福来互投了对方，2位侦探都投给了张福来，就是同时满足了他对组长跟祭司有杀机，且组长对他也有杀机。我认为是张福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觉得张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张福来。哦，都投我。甚至都没有约好。哦，完了。陈子、荣一麦都投给了。那我投给勋，解答不了我心里的疑问。那应该是他吧，我猜。熏火烧。哇！大世界投给了。因为熏火烧，他最终说不明白他那个女孩到底怎么带他以前那个女朋友走，而且他之前连那个星星还是什么上面都放毒，他是应该很狠的人，应该有可能，就是熏火烧。熏火烧4票，请进铁笼。感恩。谢。哦，谢谢。铁笼在哪呀？成了吗？哦，谢谢。熏火烧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他乐了，这男的乐了。若云赢了。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这一案的凶手。成功。没错吧？我乐有错吗？我乐有错吗？哇！
怎么会是你呀？我一直很相信你。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凶手的呀？我从看见组长死了，我就知道我是凶手了。为啥呀？因为组长旁边那个草地上那个草啊，我一上来之后，我这个裤腿就全是那个草，然后我就开始扒拉那个草。哦，你去过那儿？对。哇哦！你当时就知道了？对啊。来颁发我们的侦探勋章。好。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来，祝贺大老师，谢谢您，哎，得嘞，祝贺大老师，来祝贺若云，来祝贺晨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怎么回事啊？谢谢各位，我怎么？好，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啊，我觉得无论是诈骗也好，还是拐卖也好，其实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破碎。所以呢，我们保护安全，除了是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他们的伤害，也要保护自己不要变成他们的一份子。我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贪图成功啊，然后因为一些美好，所以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漩涡。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之不对的。然后我不相信干这样事的人还能睡好觉，还能好好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贪图这些便宜，不要让这些人有机可乘，好吧？就这样。怎么说呢？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对于我来说，这2天发生的事都还挺正面的。我找回了失散多年的歌曲，我找回了自己的记忆，然后我的仇人都死了，凶手也不是我。这个玻璃心态啊，现在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还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为什么集体失忆？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儿。睡了一觉，然后醒了，知道就在那个楼上。我也不醒了就在那儿，后面发生怎么我也记不太清。我们不可能真的失忆。对。另外，我看这个白色衣服的小男孩，你们为什么看不到？而且你们不是整我，你们是真的看不到。还有就是为什么被净化的人会以为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对。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村子里面把羊当作图腾，当作是吉祥的象征，但是对羊又很不好？对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存在太多的谜团。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然后大勋也玩得很漂亮，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你。谢谢侦探，谢谢2位侦探。感谢外星人电解质水的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感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再见。哎呦，来了。新任祭司，这位是，这是他那徒弟，很好，看来凶手已经找到了，待会儿就把这个作恶之人一起净化。别介，给我净化！我不想净化，不知道怎么净化呀，这是。净化仪式开始。啊！愿三面羊洗清你们的恶念。三面羊。请三羊失手。杀羊啊！
三面羊，带走恶念，必有杨木枯村。不要杀羊！大白话真相，欢迎大家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时隔1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和段煌法官，欢迎2位。同样，让我们欢迎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一斐沈教授，欢迎。还是先请3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同时可以聊一聊对于共同又相聚在这里有怎样的感受。小七好，沈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沈一斐教授参与大侦探合议庭，那么已经是走过第3个年头了。对，我们也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故事，我们也从中探寻到、领悟到法律的真谛、真善美的真谛。我记得在观众的留言里面看到一位青年观众对于法律知识的探寻，对于丑恶的抨击，对于真善美的发自内心的赞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参与这个节目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我们通过大侦探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生活除了诗，除了远方，除了这种爱恨交织，还有和星空一样永恒的法律，这就是我们坐在这儿的意义哈。我觉得其实法律是既给了我们行为的底线，也给我们理清了日常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底层逻辑和标准。我觉得这就是法律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里面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的，所以我们抱着共同的这样的目的，然后再一次相聚在合议庭，一起来通过不同的故事追寻正义的光芒。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大侦探合议庭也会继续聚焦于普及知识，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将普法与推动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公平正义与法治的力量。那么，我们大侦探合议庭第9季首案现在开庭。在本案的架空的背景当中，这一次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一个部落当中。而这个故事当中的组长呢，是首先利用了拐卖集团成员的一个意外死亡，将死亡状态进行了2次处理，将其伪造成了一个所谓的神罚。随后准备蓄意杀害祭司，而组长呢伪装尸体的过程被勋意外看见，于是他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杀害了组长和祭司，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伪装了尸体。现在还是请法官为我们的凶手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好的，实际上刚才小齐你介绍的这个案情啊，是包含2个故意杀人的行为，一个呢是组长，是的，他是预谋杀人，不管是预备还是杀人未遂，都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因为组长他是之后被勋所杀害，那么他的故意杀人行为啊，我们在刑法上就不再被追究。就这个案子而言呢，组长他本身显然是有一定的过错，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这么情形。而勋杀人呢，这一个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属于事出有因。那么最后在量刑的时候啊，我们合议庭会首先确定他的事实符合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其次，我们要综合考察他这个案件里边所具有的各种从宽的情节、从重的情节，那么综合来决定最后对他实际适用的刑罚。
那在本案当中，这个杨埠窟村里面出现了以一个人口拐卖为基础的犯罪集团，包括在过去这些年有很多影视作品，比如说像《亲爱的》，很多人看完之后流泪，因为的确新闻事件也好，影视作品也好，一直都在关注这种话题。而故事里面的荣和大，其实不同层次、不同方面都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集团而受到了伤害，使得他们人生的轨迹都发生了改变。那么从法律上来说，我们说这上面的荣呀，他经历了一个身份的转换，他从一个受害人到后面转成了一个加害人。那么这种呢，其实从法律上评价，我们法律上有一个胁从犯的概念。我们评价一个胁从犯，也是有好几个综合来评价的因素。第一个，你被胁迫的程度有多少？是别人拿着枪指着你的头，还是说，哎，你不这样做你就怎么样，一个宽泛的威胁？第二就是你参与这个犯罪的程度有多少？我是积极的、主动的去帮助你，还是没有办法，你逼着我走一步，我去走一步？第三就是你有没有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别人，就是我们说，哪怕是别人用枪指着你的头，让你去用枪杀一个人，但是你把枪口有没有稍稍偏离1寸？就这样的概念，通过这几个综合因素，我们在对他定罪量刑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些因素。这个荣的遭遇其实还是很令人唏嘘，但是基于这个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来看，这个犯罪集团所犯的一切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集团主要是拐卖人口的这么一个犯罪集团。大家知道，为什么拐卖人口犯罪让人这么痛恨？首先，一个个美好的家庭被迫骨肉分离，从此也许就天各一方，此生再无相见的机会。其次呢，在拐卖人口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非法拘禁，甚至其他的侮辱人格尊严，这么一些非常严重的暴力犯罪。所以说，也是我们一直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现象。那比如说在当下还有哪些很典型的拐卖骗局，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我们在案件中呀碰到的被害人有2种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辜的被害人，人家说我们这儿提供正当的工作，我没有工作我去了，或者是说这儿可以旅游我去了，然后旅游之后被拐骗了，这是完全无辜的被害人。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有一定瑕疵的被害人。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这种诈骗来说啊，他明知道那边是诈骗的，然后别人告诉他说，哎，你过来，我们这边诈骗特别赚钱，然后工作待遇特别好，你一来就能发大财。所以他本身就是抱着一个去骗别人的发财梦过去的。但他去了之后，发现跟人家说的不一样，人家一去，把你禁锢起来了，你一天骗不了这么多任务，开始打你，开始拘禁。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被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也是一个有一定的犯罪主观意识的，也是一个被害人和被告人相交织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对于这种有一定瑕疵的被害人来说，这种案件更具有隐蔽性，因为他很少去报案，他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犯罪行为，也是侦查机关去需要更大的力气去侦破的案件。那在本案当中，杨埠窟村的村民呢，世代以行善作为他们的道德准则。但到了故事发生的时代，我们看到村庄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封建愚昧以及盲目拜神等问题，使得这场信仰开始发生了转变。而背后有哪些可以具体展开分析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探讨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特征体系，你就会发现有一部分的人控制了信息，使得受众对于信息的获取是受到制约的，并且把原来很多的信息进行重新的改造。那么这样信息在传播的时候，它本应传达的真善美就可能完全就变成了一种煽情的工具，而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家特别要注意的。虽然杨埠窟村它是一个我们架空的一个世界，但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当人们想要去用一种所谓正义的方式去煽动某个群体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依靠信息的不对称。
所以，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其实要有意识的去突破信息的茧房的。所以，如果当有一个群体，他不让你思考，或者只要跟着情感去走，跟着别人都一起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时候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术里有的时候会用一个词叫精神控制。就他通过种种的方式，让你沉浸在某一种自己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或者在某种情绪里面，而忽略了客观的事实。那么这种精神控制，其实是你需要有意识的反思，才能真正走出来的。是的，所以我们既要防止自己信息闭塞，同时面对纷繁多样的信息的时候，大家要进入到那个理性的状态、理智的状态再去思考。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所谓的这个部落、祭司，还有神罚。其实，在乡土社会当中，我们都说我们要保留最好传统的民俗，因为民俗非常的宝贵。这其中就会出现在民俗里面有一些迷信的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我们认为该保存下来的好的民俗和一些不好的迷信的行为给区分开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社会学上，我们认为迷信和风俗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东西。所有的民俗，它底层都是一个大家都参与的互惠机制。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红白喜事是最典型的民俗吧。但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家有这个事情，你们来帮助我，那你们家有事情，我也会给，它一定是互惠的。但迷信不一样，迷信它会有一个权力的关系，有一个你不能够去跟他讨价还价的余地。它不是个互惠机制，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常常跟风俗习惯没有关系，它就是背后我们有一些的群体想要控制另外一个群体，或者寻求某些的利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背后是不是个互惠机制，是不是人人可以参与的，每个人在这里面是有角色的，还是背后会涉及到利益的来往。我觉得法律上其实把这个点是讲得更清楚的。民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我们过年吃饺子、贴春联儿，这就是我们的民俗。封建迷信呢，它实际上是各种不良的群体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一些形式化、符号化的行为，来对他意图控制的群体，通过精神上、身体上的一种控制、误导，那么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如果这些受众接受了这样的误导所导致的一些行为，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封建迷信行为。从法律来看，我们的界限是非常的清晰的，那就是你对社会有没有一个现实的危害性。我们说我最近很倒霉，我用柚子叶洗洗澡，我今年本命年我穿一个红袜子，我对任何人没有产生一个现实的危害，那么这种无论如何它就是法律所容忍的、所包容的。那么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当中会出现哪些类型的迷信犯罪？我想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比如说利用迷信去骗取他人钱财，这个是比较多见的。这个通常是涉及诈骗罪。你最近有灾了，你必须得拿一笔钱来，我给你做个什么法事，破财消灾对，破财消灾，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还有比较常见的呢，利用这个迷信活动跟一些女性发生性关系，那么就涉及到强奸、猥亵以及聚众淫乱等犯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我们刑法中规定的一个罪名。比如说他一夫多妻，那不就破坏我们的婚姻法。有些孩子没有成年，但是我不让他接受义务教育，我在家里对他传授这些不好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的未成年人教育法，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不是特别常见，也有一些地方有配冥婚的风俗，可能涉及到盗窃尸体罪。那么还有一些像本案中间这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还有一些罪名呢，它可能从罪名上体现不出来迷信要素，但它在犯罪当中体现了。比如说我出版了一些非法的出版物，可能涉及到非法经营罪；我利用迷信组织大家去反对公务实施，可能涉及到妨害公务罪。这些都是我们会遇见的一些罪名。很多时候侵财类的迷信犯罪，往往是利用了人们就是贪便宜，或者说认为自己能够发大财的这么一个心理。其次呢，看着亲人生病躺在床上束手无策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就去找到那种神棍神汉，这种利用封建迷信去对自己的亲属进行救治。我想就建议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
相信医学，还是要兼听则明，多获得信息，多听建议，不要自己急于下结论。那今天这个案件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当中，原本是要鼓励世人行善的一个道德标准，结果在这个荒谬的祭祀仪式下，被包装成了一个压迫村民的枷锁，也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旧俗。而在这之下所衍生出来的人口贩卖，更是迫害了很多的人。封闭的村落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囚笼一样，限制着每一个向往着光明和科学的人们。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无论是糟粕的封建旧俗，还是罪恶至极的人口买卖，绝对是应该被抵制的。而放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如此。我们要谨防这样的迷信犯罪，谨防这样的人口骗局，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将这些糟粕斩断在时代进步的洪流当中。那大侦探何以婷再次感谢3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今天所有的观点和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各位。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杨步窟村，原名叫做杨步谷，因为一些传说造成一种非常封闭的一种状态。虽然今天这个村庄很漂亮，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特别让人愉快的地方。像这里的人不出去，也没有什么那种记忆，而且这里的人是没有房子，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这些人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生活是不愉快。比较封建迷信的一些传统，想去禁锢人的思想，有很多这种不科学的迷信的方式，是挺可怕的。见不得光的，其实在。去照耀到每一个地方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